只因我满载物资回小区，却遭物业经理带人围堵，不仅索要50万过路费，还扬言不给就拆我的地下堡垒，而我反手扔给他100万。殊不知高温即将来袭，而这些钱马上就会变成废纸。穆老板，规矩你也懂，那点钱不够堵住业主的嘴啊，再拿50万，这事儿我就帮你压下去，不然你这一车东西很难拉进去啊。我转身钻进后车厢，就在手触碰到保险柜的一瞬间，那个重达100斤的柜子凭空消失了，脑海中瞬间感应到一个巨大的虚无空间。我愣了1秒，心念一动，保险柜又凭空出现在手里。我装了满满一黑色塑料袋的钱，直接扔到赵大头脚下，拿去好好检查一下有没有违禁品。赵大头看了一眼，转头对着围观的群众大喊：行了行了，都散了吧，我刚仔细检查过了，都是些卫生纸和方便面，没有什么危险品。林查查翻了个白眼，切我就知道一车破烂当个宝。于家女嫌弃的看着，真是拉低我们小区档次，也不知道这种穷鬼怎么混进来的。赵大头一脸严肃的指挥保安，还愣着干什么？既然是日用品，那就放行，赶紧让穆老板进去。回到地下室，工头老张迎了上来，穆老板完工了，墙壁加厚半米，全最高标号混凝土，3层隔热板，别说高温，岩浆来了都能顶得住，2扇灌铅防爆门，苍蝇都飞不进来。我满意的点头，拿出早就准备好的尾款。老张，多出的2万请兄弟们吃饭，赶紧回家。老张拿钱欲言又止，穆老板虽然不知道你要干啥，但这地方确实能保命，你也多保重。看着工人们离开，我知道这座诺亚方舟终于成了。刚准备进门，门口传来一阵尖锐的骂声，住1楼的王大妈又冲了下来。姓穆的，你这破车库时不时嗡嗡响，吵得我心脏病都要犯了，赶紧拆了，不然我嘎给你看。我皱眉，大妈，里面是新风系统，不开会憋死人。王大妈不依不饶，我管你死不死，反正吵到我不行，还得赔偿我精神损失费，少于5万没完。我看了一眼时间，不想浪费哪怕1秒钟，掏出一叠扔地上。就这么多，拿着滚。王大妈眼睛一亮，算你识相，下次再吵，没5万真是没完。她美滋滋便溜了。回到堡垒内部，看着空荡荡的墙角，我皱了皱眉。食物够了，药够了，但为了堵赵大头的嘴，现金流彻底断了。原本计划的几台工业空调，没钱买了。我下意识看了看自己的手掌，突然笑了。和我有空间一拿，还要钱干什么？这不就是最大的提款机吗？一脚油门，车子停在了城西最大的家电中转仓，几百台刚到的进口工业空调。我走过去，手掌轻轻按在箱子上，几台空调凭空消失。回去的路上，一帮人拦住了去路。领头的正是小区一霸龙哥。哟，穆老板心情不错啊，走路都带风。龙哥，你这是要给谁送皮啊？龙哥狞笑一声，往前逼近一步，给我个面子，我不找别人，专找你，有人出5万买你。我双手插兜，一脸平静。5万块，赵少出手是不是太寒酸了？龙哥愣了一下，随即大怒：少废话，你得罪了赵少，今天就是天王老子来了，也保不住你，你是自己躺下，还是我帮你？我叹了口气，抬头看了一眼漆黑的天空。龙哥，我也给你个面子，现在的天气预报不太准，你就不怕遭雷劈吗？老子出来混，从来不看天气，兄弟们，给我按住他！突然啪嗒一声，一滴雨水落在了龙哥的脑门上。龙哥摸了一把，嘿，下雨了，正好，这下连洗的都省了。说完，他脸色瞬间变得惨白。好烫，这雨水是开水吗？我往后退了一步，反手从空间拿出铝合金做的伞。我都说了，这天气不太准，龙哥，赶紧跑吧，再不跑，你就成熟人了。龙哥看着越下越大的热雨，几人便灰溜溜的跑走了。我回到地下车库，随着沉重的防爆门轰然关闭，外面的喧嚣彻底隔绝。我掏出手机，此时的业主群已经彻底炸锅了，全是红色的语音方阵，有人在哭诉被雨烫伤，有人在疯狂@物业赵大头，和一群蠢货，这才哪到哪？这场热雨不过是死神敲门前的礼貌问候。过了今晚，大气层就像被撕开的保鲜膜，太阳不再是温暖的光源，而是挂在天上的核反应堆，地表温度将直逼70度。只因小区停电5分钟，物业经理便带个业主上门，不仅怀疑我私改电路，还要求我开门让大家吹空调。殊不知高温末世降临，地表温度早已飙升至60度，而我早已囤积100亿物资，并打造了这座地下庇护所。穆老板开门，我知道你在里面，小区变压气炸了，是不是你家里面大功率电器搞的鬼？赶紧开门让我们检查。赵少一脸烦躁，跟他说那么多废话干什么？哎，姓穆的，你里面发电机呼呼的转一定很凉快吧？赶紧把发电机交出来，本少爷的热带鱼都要热死了。你要是识相，就让我们进去避避暑。就是啊，大家都是邻居，你一个人站着这么凉快的地方，好意思吗？没看见查查都快热晕了吗？林查查紧紧靠着墙边，地下有一些冷气缓慢渗出。木法，看在我们以前的情分上，让我进去喝口水吧，我真的快不行了，这温度真的太高了，我们就进去待5分钟就走。我坐在真皮沙发上，吃了一口冰淇淋，按下对讲机。不好意思各位，我这里是私人领地，而且我这里只有猪饲料，不喂人。请问在座的各位有是猪的吗？赵大头气急败坏，撸起袖子就要冲上来。敬酒不吃吃罚酒，既然你不开，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都让开，老子要把这门砸开。赵少在一旁起哄，砸，出了事我负责，把门砸开，发电机归我，那小子归你处置，再奖你10万。赵大头抓向金属门把手，准备借力撞门，滋啦一声令啊！我的手烫死我了，这门怎么这么烫？我对着麦克风，赵经理，忘了提醒你，外面的走廊没有隔热层，现在的室外温估计有60度，这金属门把手吗？整个门的温度都传导在这里了，大概也就是个100度左右，几分熟了。赵大头疼的脸都扭曲了。穆凡，你个王八蛋，你赢我，
快送我去医务室。门外的业主看我很不好惹，骂骂咧咧的都撤退了。我关掉监控，转身走到厨房，看着桌上热腾腾的食物，我不禁陷入了沉思。在外面即将饿殍遍野的末世，我一个人住着上亿的堡垒，吃着满汉全席，会不会太奢侈了？哎，确实有点过分。看来下次喂狗的时候得稍微低调一点。正在纠结先吃啥，手机疯狂震动，业主群里已经炸了锅。因为停电，所有人的空调都停了，家家户户瞬间变成了蒸笼。热死了，谁家还有冰块啊？我家婆娘顶不住了，物业死哪去了？怎么还没来电？我买的菜都要臭了。瑜伽女突然私聊我，发了一张全是汗的清凉自拍。母哥，听说你家有发电机，之前是我做的不对，只要你让我去充个电，以前的事我们一笔勾销。如果你愿意，晚上我可以留下来帮你打扫卫生。林查查也紧跟着发来了语音，声音虚弱又焦急。木凡，你别太自私了，赵少的车太晒爆了，我们现在哪也去不了，屋里太热了，你把门打开，只要让我们进去，我让赵少给你10万块，快把门打开吧。我看着屏幕冷笑一声，根本没理会他们，随手拍了一张火锅和冰可乐的照片，直接发到群里。不好意思啊，我家空调开太低了，有点冷，正吃火锅驱寒呢。至于发电机，油太多了，烧着玩，你们随意。群里瞬间安静了3秒，紧接着是排山倒海的谩骂和诅咒。画面转到物业办公室，这是小区还有一点备用电源的地方，几十号人挤在狭小的空间里。王大妈手里拿着个大喇叭，一脸的神气活现。都给我安静！现在是非常时期，赵经理受伤了，现在这里我说了算，我是大家推举的临时自救居委会主任，谁要是敢不听话，给我滚出去晒太阳！底下的业主热得像死狗，眼睛死死盯着那台唯一的风扇。王主任让我们吹会儿吧，家里实在热得受不了了。王大妈眼神想要凑近的人，滚一边去！这风扇是给委员会骨干吹的。资源有限，懂不懂？想吹风，想喝水，可以。谁今晚能把木凡那个小兔崽子的门撬开，把他家的发电机抢过来，我就让他吹一整晚。还有他家的物资，见者有份。深夜监控画面里闪过几个黑影，那是几个拿着撬棍和斧头的男人，正鬼鬼祟祟地摸向大门。殊不知上面全方位无死角的摄像头正盯着。男人组织众人想掠夺我的物资，为了撬开我的防爆门，竟然用上了工业电钻，结果还没坚持3秒就断成2截。殊不知这门由3层航天钛合金打造。我操，这什么破门，连工业金刚钻都能崩断！老大，这不对劲啊！这门看着像是不锈钢，怎么比坦克皮还硬啊？龙哥气急败坏，把废掉的电钻狠狠摔在地上。门硬是吧？那就给我砸墙！我不信他墙也是铁做的，给我砸！大锤砸在墙上，火星四溅，反震力震得小弟虎口崩裂。哎呦，我的手腕都要骨折了！老大，这墙也是实心的钢筋混凝土，根本砸不动哦。废物，都提 MD 是飞舞。木凡，你个缩头乌龟，我知道你在里面，赶紧给老子滚出来！识相的赶紧把物资交出来，不然等我们冲进去，非把你皮扒了不可！我在恒温房里摇晃着红酒杯，按下通话键。大晚上的鬼叫什么？不仅扰民，还容易缺氧。龙哥，你们是不是太热了？火气这么大？木凡，你终于敢吱声了，少废话，赶紧开门让我们进去吹空调，不然老子……既然这么热，身为邻居，我请你们洗个澡吧，免费的。来到门后，我从空间拿出高压水枪连接废水泵，只见门中的暗格水流喷出，几人瞬间喷飞，倒在地上传来清脆。姓穆的，你敢赢我？这水里怎么有股怪味？老大，这好像是下水道的水。几人一瘸一拐的走了。很快，另外一边王大妈得知情况后也没闲。大家都听我说，现在的局势你们也看到了，楼下超市连货架都被搬空了，便利店更是连瓶水都没有。再这么下去，不出3天，我们都得变成人干。底下传来一阵绝望的叹息。王主任，那咋办啊？我家已经1天没喝水了，嗓子都哑了。王大妈眼中闪过一丝狡黠。慌什么？咱们小区不是还有个大户吗？木凡那小子，我看他前几天拉了一卡车东西进去，里面肯定全是吃的喝的。可是龙哥刚才不是去过了吗？门都砸不开，还被那小子用脏水撕了一身。王大妈冷笑一声。龙哥那是蛮干，现在的年轻人吃软不吃硬。咱们得换个策略，先礼后兵，懂不懂？大家都回家翻翻，把家里的金条、首饰、玉器，只要是值钱的都拿出来，咱们凑一凑。我就不信他木凡能跟钱过不去。等他开了门，哼哼，到时候可就由不得他了。半小时后，木凡家门口，王大妈提着一个沉甸甸的布袋子，一脸谄媚对着摄像头。穆老板，木凡啊，之前是龙哥不懂事，冒犯了您，我们居委会已经严厉批评他了。大家毕竟是邻居，哪有隔夜仇啊？您看，这是大家凑的一点心意。现在的超市都关门了，大家手里有钱也没处花，这些金戒指、银手镯，起码值个180万。把您那山柜门打开一条缝，换2箱水行不行？大家都要渴死了。李大爷眼巴巴地看着木凡啊，大爷把祖传的翡翠观音都拿出来了，那是大清时候的，治老鼻子钱了，你就行好吧，给我们换口吃的吧。我坐在监控前，看着画面里王大妈那鼓鼓囊囊，这些玩意儿我不稀罕有啥用啊？而且王主任，你这袋子里好像少点东西啊。王大妈眼神闪烁。少什么？都在这儿呢，这可是大家的血本啊！木凡，你可不能黑心啊！是吗？李大爷，你确定你的翡翠观音在袋子里，而不是在王主任的裤兜里？王大妈慌慌张张地整理口袋，下意识地后退一步。李大爷一愣，猛地头看向王大妈。高温末世，只因王大妈众筹一堆宝，竟想和我进行交易，而我当众揭穿大妈私吞，王大妈慌了神。
后退一步。王主任，你不是说统一保管吗？怎么在你自己兜里？你个老不死的，胡说什么？我这是怕压坏了，单独保管。慕凡这小兔崽子在挑拨离间，你们别信他。李大爷上前一把用力扯出，啪嗒一声，我的宝啊！王瓜花，你个牵刀的，你连我的救命钱都敢贪！人群瞬间炸锅，愤怒的业主们推搡着王大妈。好啊，我说怎么刚才我看我的金项链没放进去，原来都被你私吞了，弄他丫的，把东西吐出来！王大妈被推得披头散发，好不容易从人群中出来。都给我住手！你们这群蠢货！现在的重点是这个吗？重点是慕凡，他就在里面看戏呢，他在耍我们啊！物资都在他屋里，只要冲进去，金山银山都是咱们的。众人的目光瞬间被转移，王少在角落里煽风点火。王大妈说的对，他不开门，咱们就硬冲，我就不信他敢杀人。大家一起上，谁抢到是谁的。而我早已在门后，从空间里取出一把改装过的工业射钉枪，穿戴好隔热防护服。既然想嘎，那我就成全你们。咔嚓。防爆门缓缓打开，门开了，他怕了，冲啊！然而迎接他们的不是物资，而是冷酷的金属武器。王少躲在人群后，别怕，那是装修用的，吓唬人的。大家一起，啪啪啪，3声巨响，几枚钢钉擦着王大妈肺部，她第一个反应过来，直接吓跑。还有谁想试试？我也很久没练靶了。看着墙上还在冒烟的钢钉，众人瞬间崩溃吓跑。眨眼间确认周围没人后，我提着工具箱走出了防爆门。这帮蠢货以为我出来是为了跟他们拼命，太天真了。信息就是生命，我必须趁着现在还能活动，在附近几栋楼的高点安装隐蔽摄像头，构建全方位的监控网络，否则等过几天温度飙升到70、80度，甚至出现极端暴突团伙时，我就真的成瞎子了。就在我装好最后一个准备下楼时，旁边的门打开了，一个少妇倚在门口。小哥哥，我看你在门口忙活半天了，怪辛苦的。我是这屋的业主，家里空调还开着呢。他手里的杯子发出诱人的脆响。这是我刚熬的冰镇酸梅汤，要不要进来歇会儿？解暑，我家就我一个人。我停下脚步。冰镇酸梅汤，这年头冰块比黄金还贵，你居然舍得拿出来请陌生人喝？女人愣了一下，反正备用电也撑不了多久，冰块化了也是浪费。我看你穿着这身衣服，手里还拿着工具，肯定是那种有本事的男人。我一个弱女子，在这乱世里也想找个依靠嘛。我利用空间异能感应到门后站着2个壮汉。既然想找依靠，那你门后藏着的那2个兄弟，手里拿着刀和扳手，是准备给我做全身按摩的吗？见陷阱被拆穿，门后的2个男人也不装了。废什么话？既然露馅了就直接干，别让他跑了。我没开口说话，只是的抬起了手中的射钉枪，啪啪2下，女人慌了神，哭喊道：“大哥别打我，我不是故意的，是他们逼我的。我要是不把你骗进来，他们就要打我，我也是受害者啊。”看着我依然无动于衷，你不能走，你惹大麻烦了。你知道他们是谁的人吗？他们是西区疯狗彪的手下，那是手里有家伙的。这整片区域的单身公寓现在都归包哥管，你这么做下场会很惨的。你要是带我走，我保你平安无事。我冷笑一声，疯狗。那正好，我这人最擅长的就是打狗。只因被我嘎的2个小喽啰，竟是西区最狠的恶霸的手下。疯狗不仅亲自带队上门，还随身携带了真家伙。王大妈得知竟当起带路人，还供出了我囤有100万物资。刀哥，不是兄弟们不中用，是那小子太阴了。他手里有改装的射钉枪，威力比真枪还大。疯狗手里把玩着一把猎刀。射钉枪有点意思，看来是条肥鱼。在这片地界敢动我疯狗彪的人，他是头一个。地下室庇护所另一侧，王大妈正带着龙哥和几个心腹试图撬开通风。王姨，这地儿能行吗？那小子正门防得死死的，这后门估计也不好进啊。怕什么？慕凡那个小兔崽子把正门堵死了，肯定想不到我们会来抄他的后路。只要撬开这个通风口，倒几桶汽油进去，我就不信熏不死他。就在这时，身后突然多了几号人。哎，你们干什么的？这地儿我们先占了，懂不懂？先来后到。疯狗冷笑一声，先来后到，这西区的一草一木都是老子的，滚开！王大妈倒是怒了，我们这小区哪里是西区啊？明明是东区好吧？你们西区的大哥管着我们东区的事吗？有什么关系啊？界碑还在那立着呢。疯狗彪愣了一下，被这老太婆的脑回路气笑了，子弹上膛的声音清脆悦耳。东区是吧？界碑是吧？老子的枪射程500米，你问问他认不认界碑？龙哥眼尖，一眼看清了那手枪的准星。王姨，别说了，那是真家伙，是真的家伙，会嘎人的。大哥别冲动，我们这就滚。王大妈眼珠子一转，立刻祸水东引。大哥别开枪，这地下室里住着个大户，叫慕凡，他才是肥羊啊。我们就是想弄点吃的，他家里囤了100亿物资，真的。疯狗彪原本要把这老太婆踹开，听到名字动作突然停住了。慕凡，你说那小子叫慕凡？对，就叫慕凡，是个20多岁的年轻人。那我问你，这小子手里是不是有一把改装过的射钉枪？龙哥听到这话，捂着头凑上来。太有了，大哥，那是相当有啊！刚才还要拿枪射我们呢，凶得很。他转过身，对着身后那群杀气腾腾的小弟吼道：“兄弟们，这就叫踏破铁鞋无觅处。刚才那一公一母2个废物回来跟我哭，说被一个拿射钉枪的小子给嘎了，原来躲在这儿呢。”很快，众人来到庇护所门前。那个大哥，地方我带到了，这门太硬，我就不在这儿给您添乱了，我在楼下给您把风，祝大哥旗开得胜。说完，比尼俏还滑溜走了。疯狗看着那扇防爆门，一脸不屑，用枪管狠狠地敲了敲门板。喂，里面的缩头乌龟，听得见吗？我是西区疯狗彪，
既然我来了，这门你也别想守了，是你自己开，还是老子用炸药把你这龟壳炸上天？线里面没反应，疯狗彪也不废话，抬起枪对着门锁位置就是一枪，结果留下了一个浅浅的白点，连漆都没掉多少。航天钛合金，这小子是把坦克开进家里了吗？这门要是用炸药炸，估计整栋楼塌了门都没事。他隔着门大声喊道：“里面的兄弟，刚才那一枪是走火，别介意啊，我这人也是讲道理的。本来是想来替我那2个不争气的手下讨个说法，但既然兄弟你有这实力，那就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嘛。”我在屋里看着他这变脸速度，按下通话键。彪哥是吧？刚才还要扒我的皮，现在的意思是准备给我赔罪？疯狗彪脸皮极厚，哈哈一笑：“兄弟，咱们明人不说暗话，现在这世道，大家都不容易。听说你这儿物资不少。”他贪婪地舔了舔嘴唇：“哥哥，我手底下这几十号兄弟都快饿得啃树皮了，既然是误会，你看能不能支援哥哥一点？我也好跟兄弟们交差嘛。你都有些什么好东西，给哥透个底？”我靠在沙发上，慢悠悠地抱起了蔡明。也没多少，也就是几百斤 A5 和牛，几十箱红酒，几吨笑嘻嘻矿泉水，还有2个冷库的波士顿龙虾和帝王蟹。对了，还有满屋子的西西达斯，都快放不下了。他深吸一口气，强压住心头的狂喜。哥哥也不多要，就当是交个朋友。你给我拿5000斤肉，2000箱酒，那一屋子哈根达斯我全包了，再给我匀10吨水出来。我来到投递口，行啊，彪哥既然这么给面子，我也不能小气，5000斤肉是吧？没问题，我先给你扔一袋样品尝尝先。接好了。疯狗彪想得老开心了，投递口的外层挡板弹出一个大袋，躲在远处的王大妈也凑了上来。疯狗彪拿起一看，脸上的笑容瞬间凝固，强力催肥。母猪产后护理专用饲料，让您的爱猪吃得香，长得壮。疯狗彪彻底破防了，你敢耍老子？你把老子当猪喂？只因送了一袋母猪产后饲料，西区恶霸便彻底破防，随即便指挥手下在门上挂满了土制炸药。殊不知这门乃航天级钛合金打造，给我贴满，这栋楼塌了，老子也不管。今天我必须看到这小子的。手下小弟看着那堆分量十足的土雷，刀哥，这量是不是太大了？这楼道这么窄，炸起来我们也跑不掉啊！看到这一幕，王大妈和龙哥早已不见踪影。少废话，锁到楼梯口去，点火。随着引信被点燃，门外空无一人。此时我正站在防爆门边，利用空间异能回收大部分炸药，只留下零散的几个。这帮疯子，这么大的当量，虽然炸不开我的钛合金门，但这栋老旧公寓的承重墙肯定扛不住。到时候楼塌了，几百吨的钢筋水泥压下来，我这庇护所虽然没事，但想要出门清理垃圾可就麻烦了。一声并不算响亮的闷响在楼道里炸开。刚才炸了吗？小弟也是一脸茫然，好像炸了吧，有个响声。放屁！老子那是开山雷，动静怎么可能跟放屁一样？肯定是有哑弹。5分钟后，几人重回门外，疯狗彪彻底傻眼了。老子的炸药呢？刚才明明贴了一整面墙啊，难道买到假货了？王大妈和龙哥也小心翼翼地凑了过来。刀哥，这就完了，这动静还没我家高压锅炸了声音大呢。您这炸药是不是丙买的啊？疯狗彪反手一个大笔斗，随即对着摄像头。木凡，你小子搞了什么鬼？老子的炸药呢？你是不是给老子偷了？我在屋里乐呵着。彪哥，饭可以乱吃，话不能乱说。我连门都没开，怎么偷你的东西？明明是你自己买到了假冒伪劣产品，被坑了吧？看来你这个西区老大，在军火商眼里也是个好忽悠的冤大头啊！疯狗彪眼见气不过，便带着王大妈带走了。我来到庇护所深处的物资储藏室。我虽然变卖了所有家产囤货，但资金毕竟有限，再加上时间仓促，这里的物资如果不算那些不可再生的奢侈品，精打细算下来，也就勉强够我一个人苟延残喘1年。1年之后呢？难道真的要拿着设定枪出去和那群饿疯了的野兽抢食吃？在这个80-90度10度的高温炼狱里，那是找死！突然，空间突然震动了一下，凭空浮现出了小方格机器。末日庇护所辅助系统正在激活，检测到宿主当前物资储备等级低危，检测到庇护所当前人气值极低，单身狗。系统金手指发布紧急生存任务：阴阳调和，请宿主在24小时内接纳并绑定1名具有高潜力值的女性居民。任务奖励可随机获得1次盲盒奖励。特别提示：被接纳者的综合评分越高，盲盒开出的物资越丰厚。只要找个妹子进来就有奖励，但这综合评分是什么鬼？选妃吗？突然手机疯狂震动，王少手拎铁棍正疯狂砸门。木凡，你给我开门，我知道你在里面，别装死。王少的声音沙哑。王大妈那个老不死的东西都说了，你家里囤了100亿物资，你有吃的，你还有满屋子的水。木凡，看在咱们是一个群里的份上，分我一点，就一点。王少推出查查。王少别这样。王少反手大比。闭嘴，哭什么哭？给老子笑！木凡，我是查查，你忘了吗？我们以前在一起3年的感情啊！我知道我错了，当时我不嘲讽你，不该跟王少走，我现在后悔了，真的后悔了。王少他不是人，木凡，你最心软了。他把身子贴在门前，求求你，开门让我进去吧，只要你让我进去，我就是你的人，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我给逗笑了。现在快饿死了，想起我是备胎了，而且真当我瞎吗？两人背后都拿着武器，我站在门后。查查，既然你想好了，那我确实该送你最后一份礼物。门外的两人一听有戏，眼神瞬间亮了。木凡，
我就知道你还爱我。快开门！出门啪的一下，王少直接倒地。木法，你疯了！别急，既然是一起来演戏的，怎么能让他一个人走？啪的一下，晚上正当我在准备晚餐的时候，手机突然收到信息，瑜伽女柳如烟。这个女人当初在业主群里跟在王少后面嘲讽我是穷屌丝的时候，嗓门可是最大的。现在发消息来，语气却卑微。木凡在吗？之前群里大家说的话，你别往心里去，都是开玩笑的。我会字马，身体柔韧性很好的，我还会做饭，川菜粤菜都会，洗衣拖地按摩我都能干，只要你给我一口吃的，真的让我干什么都行，哪怕是当。女人进门的第一件事竟是直奔浴室，只因高温降临，地表温度飙升70度，而我激活了空间系统，只要收容妹子即可获得盲盒奖励。洗衣拖地按摩我都能干，只要你给我一口吃的，真的让我干什么都行，哪怕是当。检测到高潜力目标柳如烟，任务奖励黄金级盲盒 X1。给你1分钟，一个人上来，身上要是敢藏东西，我就把你扔下去喂疯狗。5分钟来到客厅，便想匆匆的前往浴室。急什么？我有说你可以去那儿了吗？对不起，我太渴了，我3天没喝水了。嗓子都要冒烟了，求求你赏我一口水喝吧，哪怕是洗脚水也行。要想喝水可以，但在我这儿得守我的规矩。我守，只要给水喝，让我干什么都行。成功接纳1名高潜力居民，恭喜宿主获得身体强化药剂。心情大好，我收起了枪，我指了指浴室，第一把自己洗干净，你身上这股馊味熏到我了。接着来到客厅，服用蓝色药剂，一股灼热的暖流在身上循环，瞬间充满了无穷无尽的力量，感官变得异常敏锐，就连听觉都放大了10倍。浴室里水流划过皮肤的声音，随即前往浴室。3小时后，在客厅，他看着我的眼神里，除了之前的讨好，更多了一种深深的敬畏，甚至还有一丝依赖。以后在这个屋子里，守好你的本分，不该问的别问，不该看的别看，懂吗？我懂。我现在这条命都是主人的，从今往后，穆老板，你说1我不2，哪怕你让嘎，我也绝不犹豫一下。我瞥了他一眼，嘎倒不用，去把牛排煎了，7分熟。柳如烟如获至宝，连连点头。是，我这就去，一定让您满意。与此同时，疯狗彪这边，喵的，真是活见鬼了！几十斤炸药连个响都没有，这小子到底是人是神？几个小弟缩在一边，大气都不敢出。就在这时，物业经理钻了出来。彪哥息怒，小的有个法子，不知道当讲不当讲？有话快说，没看见老子正烦着吗？说不出个1、2、3来，我废了你！物业经理吓得一哆嗦，掏出一卷发黄的纸。别，彪哥你看，这是宝贝，这是咱们小区的原始工程图。我是物业经理，这楼里哪有洞，我比谁都清楚。这破纸有什么用？能当炸药使？物业经理笑了，这用处可大了。彪哥您想啊，正门那是钛合金的，咱们确实炸不开，咱们只要去通风口，找点石柴火，再烧点废轮胎、塑料袋，弄个大风扇猛地一吹，嘿嘿，那个木凡家里不是密封好吗？我看他往哪跑，哪怕他是大罗金仙，在里面憋个10分钟，也得乖乖爬出来求您开门透气。疯狗彪愣了2秒，真有你的，果然还是你们这些读书人心眼脏。他一把搂住物业经理，像看见了亲兄弟。只要把这小子熏出来，他屋里的物资算你一份。不过彪哥，咱们还得带上一个人。疯狗彪心情刚好了点，听到这就有点不耐烦。带谁？我有这么多兄弟还不够？物业经理推了推眼镜，压低了声音：王大妈，这老太婆虽然嘴碎，但她就住在木凡隔壁，万一有什么机关陷阱，让她走前面探探路。疯狗彪一听，眼神瞬间变得阴狠。那个老骗子，喵的，刚才害老子丢了那么大的人，我让人把他关在配电房里，准备饿他个3天3夜。不一会儿，王大妈便被叫唤过来。彪哥饶命，我有用，我真的有用。我想起来了，那小子的通风口在哪？要是再敢骗老子，我就把你扔出去烤！王大妈吓得浑身哆嗦。有两个口子，我都替您踩过点了。这第一个就在这层楼道尽头的墙壁上面，那个位置连着地下室的排气扇，咱们之前去过，那铁栏杆太硬，敲不开。但是王大妈眼神里透着一股坏劲。但是那里缝隙大啊，虽然人钻不进去，但咱们可以在那堆柴火烧轮胎，弄个大风扇往里吹，那烟肯定能顺着缝钻进去，熏死那个小兔崽子。物业经理在旁边点了点头。这个可行，那第二个呢？王大妈的脸色变了变，有些犹豫。这第二个嘛，就是他家的主进气口，直通地面的花园，那个口子大，要是能撬开，人都能钻进去。疯狗彪眼睛一亮，那还废什么话，直接去地面那个。可是彪哥，那是地面啊，现在外面太阳毒得要死，地表温度都快70、80度了。疯狗彪狠狠地啐了一口，喵的，算那小子运气好，既然地面去不了，那就搞墙壁那个。他大手一挥，小的们，去给老子搜集废轮胎、塑料袋、油漆桶，越抽越好，越毒越好。今晚我就要给那个木凡好好做个烟熏桑拿。此时的我正随手翻看着业主群的消息，手指突然停在了一个熟悉的头像上。黑丝经理，不就是那个第1集帮我带的吗？竟然也被困在这个小区里。我发了一条私信过去。黑经理，进来可好？木凡，好啊，原来你也躲在这个小区，我找了你好久了，你电话根本打不通，你想赖账是不是？那500万你什么时候还？我深吸了一口烟，缓缓打字。省省吧，看窗外，现在是70度，你的公司都没了，还想要业绩？
对面沉默了足足半分钟，对方正在输入闪烁了好几次。那也是公司的钱，木凡，你别想赖，我现在就在12楼，我快个嘎了，手机也要没电了。虽然脾气臭了点，但这股精明强干的劲儿，我这庇护所正好缺个管药箱，做护理的。500万是废纸，我不稀罕。我现在缺个私人护士，懂医术吗？护士？木凡，你疯了！我是金融硕士，我是银行经理，我哪会什么医术？我眼神一冷，我说你会，你就得会。我不管你以前是干嘛的，我看你脑子挺好使。以前催的时候，逻辑一套一套的，带着你的诚意来，我家有全套的急救手册和药品，给你3天时间，学不会，外面的温度你自己看着办吧。黑经理无语了，你这是强人所难。男人不仅在通风口堆满了废弃轮胎，还泼上了2桶汽油，只因几十斤土制炸药炸不开我的航天级防爆门，便妄图利用剧毒浓烟将我逼出。点火，给老子熏死这只缩头乌龟！王大妈手一抖，火焰瞬间窜起，快把大风扇打开，对着口子吹，别让烟跑了，全都给它灌进去。疯狗彪狂笑不止，我看你能憋到什么时候？要么出来被老子搞，要么就在里面变熏肉。王大妈被烟呛得眼泪直流。彪哥，这烟太大了，我们也受不了啊！不想死就给老子继续添柴火。此时黑经理也在来的路上，被浓烟熏得分不清方向。穆先生，海，我不行了，我看不清路了，救救我！可海。我正坐在空气清新的客厅，看着空气质量检测仪各项运转正常，接着拿起手机。这就是你的入职考核，如果你连这最后的都到不了，那就在楼道里和王大妈他们作伴吧。接着柳如烟便走了过来。母哥，你这是在跟谁说话呀？入职考核，咱们这儿还要招人吗？怎么，这屋子我说了不算，招什么人还得向你汇报？柳如烟吓得脸色一白。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怕外人不可靠。他咬了咬嘴唇。而且木哥，你不是有我了吗？洗衣做饭暖床我都会，如果是缺人干活，我可以多干点的，不需要别人来分您的物资。我冷笑一声。你会缝合伤口吗？还是说我中毒的时候，你能靠劈叉把毒逼出来？柳如烟愣住了，搞清楚自己的定位，再敢多嘴，那扇门我随时可以打开送你出去。柳如烟听到送你出去，吓得浑身一颤。与此同时，门外通风口，咱们撤吧，这烟都灌进去半小时了，那小子肯定早熏死了。疯狗彪正拿着一块湿毛巾捂着嘴。撤个屁，再加把劲，把那桶油漆也泼上去。那小子的门还没开，说明还没死透。我就不信了，这毒烟连耗子都能熏死，他还能在里面修仙不成？小弟被烟熏的眼睛都睁不开了。刀哥，这里是地下室，本来通风就不好，这油漆要是泼上去，还没熏死那小子，咱们自己人就先倒了啊！物业经理附和道。他说的有点道理，这地下室太闷了，咱们是不是先撤出去透透气，让这烟自己闷一会儿？撤，现在撤了，那小子把排气口堵上怎么办？都给我顶住！富贵险中求，懂不懂？突然传来了一声异响，2名小弟拖出了个人。刀哥，抓到了，有个娘们想偷偷溜过去。别过来，我是来找人的。他一把抢过黑经理怀里的箱子，打开一看，全是消炎药、止痛药、纱布。看来老天爷都在帮我，不仅送来了药，还送来个这么带劲的娘们。他指了指不远处。你是来找那个木凡的吧？想给他送药？疯狗彪冷笑一声。既然是木凡的老相好，那更好办了，嫁到那个通风口前面去。我倒要看看那个缩头乌龟是心疼他的物资，还是心疼这个送上门的小娘们。我坐在监控前，嘴角勾起一抹冷笑。玩烟是吧？那就让你们见识一下什么叫科技。我触控手机开启全功率净化模式，那个原本还在往里吸烟的通风口瞬间被净化得干干净净。这是什么鬼？烟呢？怎么一点烟都没了？这小子的排气扇是龙卷风做的吗？王大妈便开始装了，对着门口的监控探头大声嚷嚷。木凡，别装神弄鬼的，我知道你在里面，识相的就赶紧出来，你就靠这破机器撑着是吧？整天轰轰响，有没有点公德心？赶紧把门打开，给大伙赔礼道。还没说完，便看到我在前面站着。哟，我就说太阳怎么打西边出来了？缩头乌龟舍得露头了，合着是为了这个小狐狸精啊？他撇着嘴。木凡啊木凡，大妈以前怎么没看出来你是个情种呢？邻居们快饿死了你不管，这送上门的野凤凰你倒是挺心疼，怎么着？怕彪哥动了你的心头好？他越说越来劲，甚至还往前凑了2步。年轻人火力旺，大妈懂，既然出来了，那就得懂规矩，赶紧跪下给彪哥认错，把你那屋子让出来给大家住，也许彪哥一高兴还能赏你俩。话还没说完，便领了盒饭。赵大头吓得跑得比谁都快。疯狗彪毕竟是混过的，开始跟我对枪。要是以前这么近的距离我必嘎无语，但在强化后的感官里，他的动作慢的像是在放幻灯片。疯狗彪见我毫发无伤，准备带着黑经理撤退，我手起枪落，疯狗彪手便没了知觉，在众人的掩护下还是撤离了。我没有追，这下够他吃的了。回到客厅，黑经理，好久不见啊！穆先生，谢谢您救我。嘴上说说可不行，为了救你，我刚刚浪费了2个弹匣，按照现在的物价，这2颗子弹的价值可比你那500万的坏账贵多了。沈曼愣住了。我会还的，我做牛做马都会还的，只要您别赶我走。做牛做马？黑经理，我看你是饿糊涂了。现在这世道，牛马吃的可比人好多了，至少牛马能干重活，能产奶，能吃肉，而你呢，肩不能扛，手不能提，除了会算点没用的账，我养得起牛马，未必想养你。他急得打转。我有用的，真的。
我会学护理，我会学包扎，我也能干活，我也能洗衣服，给我个机会。行了，想留下来就先把自己收拾干净。我指了指走廊尽头的浴室，去吧，里面有水，有沐浴露。好的，穆先生。高温末世，地表温度已飙升至75度，而我早已打造地下顶级庇护所，并觉醒空间系统，只要收容高潜力的落难妹子，即可获得神级盲盒奖励。看着跑进浴室的黑精灵，恭喜宿主获得初级心灵感应被动技能，功能能够听到方圆5米内指定目标当下的真实心声。备注：人心隔肚皮，但在您面前，他们没有秘密。心灵感应有点意思。正想着，浴室门开了，柳如烟走了过来。穆先生，我洗好了，您检查一下。就在他开口的同时，另一种声音也响起来了。死变态，眼睛往哪看呢？先忍辱负重几天，等老娘摸清了物资藏在哪，再找机会弄嘎你。那500万的仇，加上今天的羞辱，我迟早要报。听到这心声，我差点笑出声。沈经理，我看你这眼神好像不太服气啊，是不是在心里骂我呢？沈曼脸上堆满惶恐。没有，绝对没有。穆先生救了我的命，就是我的再生父母，我感激您还来不及呢。操，这混蛋直觉怎么这么准？属狗的吗？沈曼，你要忍住，现在人在屋檐下，先哄住这个二货再说。行了，别演了，坐那儿去，把头发擦干。行，装什么霸道总裁？不行。这时，柳如烟端着切好的西瓜走了过来。哟，姐姐洗好了呀，真干净呢，快来吃点水果吧，这可是主人特意吩咐我切的。哪里来的狐狸精，刚来就勾引主人？我接过西瓜，看着这2个怀鬼胎的女人。都听好了，沈曼，以后你负责医疗和管账，柳如烟，你负责做饭和打扫。我眼神一冷，扫过2人。但我丑话说在前面，在这个屋子里，你们心里想什么，我都知道。谁要是敢动歪心思，2人异口同声。对，主人，我们不敢。吓唬谁呢？不过这家伙眼神好吓人。主人好帅，我一定要把这个狐狸精挤兑走。突然门外传来剧烈的敲门声。穆老板，穆先生，求求你开门，救救我，我是楼下便利店的小雅。楼道拐角冲出2个拿着铁棍的男人，正是赵大头。臭娘们，老子给你一口饼干，是让你陪兄弟们打桌球的，你拿着饼干就想跑。穆先生，救我！我有秘密，我知道这附近沃德玛的备用仓库在哪，我有钥匙。赵大头一听这话，脸色变了变。闭嘴，那就是个收银员，他懂个屁。穆凡，别听这疯婆子胡说，这就是个偷东西的贼。我坐在沙发上，现在外面的超市早就被抢空了，如果真有备用仓库，那可是一笔横财。我按下通话键，先把你的猪蹄拿开，让他把话说完。赵大头虽然恨我，但上次吃了亏，还是本能的缩了一下。穆凡，这可是我的家事，你说你有秘密，凭什么让我信你？现在为了骗口吃的，说自己是秦始皇的人都有。真的，我没撒谎，我是那家沃尔玛的资深仓管，那个备用仓库在地下负2层，是防空洞改的，入口很隐蔽，除了店长没人知道，店长没有消息，我有备用钥匙。赵大头在一旁冷笑：“喂，继续别，地下负2层早就淹水了。穆凡，这娘们就是想骗你开门。”我眯起眼睛，心灵感应瞬间，一定要信我啊！一定要信我！那个仓库入口在冷库后面的通风管道里，除了我没人知道那条路，里面还有至少500箱没拆封的自热米饭，还有几百箱进口巧克力。只要他肯救我，我就带他去半空那里。我只想要1瓶水，1瓶水就好。我的嘴角勾起一抹弧度，如果心声靠谱的话，那就保真。赵大头，你自己麻溜点，个乌恩棍！你别太过分，这女人是我先抓到的，凡事总得讲个先来后到吧。我数到3不滚，我就请你吃花生米。赵大头吓得往后一跳。好，穆凡，你行，你等着，疯狗哥马上就咬到人了，到时候连你这层皮都给你扒了。小雅一进门，看着这奢华如同天堂般的客厅，她傻眼了。沈曼和柳如烟也走了过来。沈曼心里想的是：天，又来一个，看这穷酸样，也就是个干苦力的，威胁不到我的地位。柳如烟心里想的是：怎么又来一个？虽然长得挺土，但看着挺年轻，我的饭碗又要被分走一份了。我没理会他们的心思，指了指浴室，规矩懂吗？洗干净。就在此时，系统响起，我坐在沙发上，希望能出点实用的东西，毕竟马上要出门，我也不能真走着去沃德玛外面的柏油路，现在估计都化成泥了。恭喜宿主获得末日全地形改装装甲车暴君，车身采用航天级气凝胶与陶瓷复合装甲，可抵御300度高温，不再局限于汽油、酒精、柴油，甚至高度白酒皆可作为燃料。注：动力输出取决于燃料纯度。车还是能抗300度高温的装甲车。我眼睛瞬间亮了，我起身前往通往车库的防爆门前。男人不仅拖来几辆报废公交车堵住路口，还在上面撒满钉子。只因高温末世，我重生囤积100亿物资，而眼前的男人想将我的物资占为己有。疯狗彪和赵大头正费力地把最后一辆废车堵在路口。快点，没吃饭吗？把这最后一道缝堵死。彪哥，这天太热了，我的鞋底都快烫化了。那小子只要不是傻子，看见这路障肯定就停车了啊！你懂个屁！那小子邪门得很，之前咱们几十斤炸药都没炸开他的门，这次必须万无一失。疯狗彪抹了一把汗，把一个伪装好的煤气罐放在路中间。看见没？只要他的车一减速停在这儿，你就给我拉线，嘣，把他那乌龟壳震翻。嘿嘿，还是彪哥疼我，到时候那3个娘们，尤其是那个穿瑜伽裤的，我早就想收拾他了。别废话了，赶紧躲进沟里去，皮都快晒熟了。等干完这一票，老子要在那小子的恒温房里睡上3天3夜。与此同时，庇护所客厅内，3女整装待发。穆老板，我们准备好了，虽然外面很危险，但只要跟着您，去哪都行。是啊，穆哥，
我力气大，我可以帮您搬东西，绝对不拖后腿。我放下酒杯，目光扫过三人。谁说我要带你们全去了？可是刚才不是说去搬仓库吗？人多力量大啊！我走到林小雅面前，只有她去。两人瞬间慌了神。穆先生，求您带上我吧，我会急救，万一受伤了。母哥，带我吧，我会做饭，我也能打，把我们留在这儿，我们会害怕的。我冷笑一声，走向控制台。带那么多人干什么？那是装甲车，不是旅游大巴，去的人多了，分心的事就多。我转过身，眼神锐利。而且家里得有人看门，万一我前脚刚走，后脚有人来偷家怎么办？你们两个留下看家。可是没有可是，我看穿了他们的小心思，指了指那扇厚重的防爆门。听好了，我走了之后，这扇门会进入完全封锁模式，从里面是打不开的。别想着给外面的人开门，也别想着逃跑。那万一我是说万一您回不来，我们岂不是要饿死在里面？我嘴角上扬，露出一个恶魔般的微笑。聪明，所以你们最好祈祷我平安归来。我指了指显示屏，我设置了一个死守程序，如果我在24小时内没有回来输入密码，这个屋子的供电系统和空气循环系统就会自动关闭。什么？也就是说，如果我死了或者没回来，这里的氧气只能撑2个小时，之后这里就会变成一个闷罐棺材。疯子，这就是个疯子，他在拿我们的命绑架。狠，太狠了！也就是说，我们必须死守这个家，还得天天盼着他活着回来。现在懂了吗？你们的命拴在我的裤腰带上，我不死，你们就能活得像公主；我死了，你们就是陪葬品。懂了，主人放心，我们一定守好家，谁来也不开门。服侍两人惨白的脸色。走了，带你去兜风，顺便看看那两个傻子给我准备了什么大礼。呜，为什么选我啊？我不想去踩雷啊！别磨蹭，不想被扔进路边的抽水沟，就给我抓紧扶手。地下车库里，引擎的咆哮声盖过了一切。突然，地面传来一阵隐约的震动。来了，妖哥，你听，这动静不对啊，怎么像打雷一样？好家伙，是大排量的引擎声，听着声浪至少是1把起步。那小子果然把好车开出来了。他猛地直起腰，把手里的引线抓紧。大头，把眼睛擦亮了，车归我，物资归你。只要他一减速停在那堆废铁前面，你就给我喊口号，我就拉线。放心吧，彪哥，这路堵得严严实实的，除非他长翅膀飞过去，不然天王老子来了也得踩刹车。与此同时，装甲车内他吓得尖叫起来。穆老板，快看前面，路被堵死了，那是公交车，还有煤气罐，那是陷阱啊！我单手握着方向盘，神情淡漠。看见了，赵大头的手笔也就这点出息了。林小雅彻底懵了，快刹车啊！要撞上了，这虽然是装甲车，但也撞不开公交车啊，会被炸飞的。刹车？我这车只有油门，没有刹车。我嘴角勾起一抹冷笑，坐稳了，把舌头咬住。引擎发出了一声如同远古巨兽般的咆哮。我操，怎么还有油门声？这小子疯了吗？前面是墙啊！刹车啊！快刹车啊！你个神经病！老子的车，别撞坏了老子的车！黑色的钢铁洪流瞬间吞噬，紧接着便是支离破碎。只因我拒绝办会员卡，超市经理不仅逼我去地下采发电机，还想把随行的小雅扣下当入场费。只因高温末世降临，而我驱车抵达冷冻仓库，很快便来到地下仓库门旁。你确定是这儿？这看着不像仓库，倒像是某个5星级酒店的后门。没错，就是这儿。那个标志是云顶会员店，以前只有年消费100万的人才能进。听说他们的经理是个女疯子，特别看重那什么格调。格调有点意思。带着林小雅刚靠近，保安就拦了上来。站住！这里是高雅场所，衣冠不整者与狗，不得入内。我低头看了一眼自己身上，不至于吧？我是来进货的，叫你们经理出来。进货？就凭你，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这地砖都比你脸干净，赶紧滚，别逼我们动粗。就在保安掏出武器时，一声呵斥传来。住手！简直是胡闹！保安吓得一哆嗦。谁让你们动粗的？要是血溅到了我的红地毯上，你们赔得起吗？这可是意大利进口的手工羊毛毯。保安连忙低头哈腰。经理，是这个要饭的非要往里闯，我们怕惊扰了里面的贵宾。女经理翻了个白眼。看看这身衣服，全是灰，还有这股穷酸味，你是从哪个垃圾堆里爬出来的？我面无表情地看着他。我是来买东西的，听说你们这是会员制。女经理一听买东西，笑得更讽刺了。买东西？帅哥，你是不是热昏头了？我们这儿可是云顶至尊会员店，不是路边的2元店。想办会员，你有那个资格吗？我双手插兜，不动声色。什么资格？说来听听。很简单，入会费嘛。要么你现在拿出10吨冷冻牛肉，或者5吨新鲜蔬菜，我就勉强给你发一张青铜卡。他顿了顿。如果没有物资嘛，也可以肉偿。肉偿？他指了指地下室的方向，隐约听到机械运转声。看见这里的冷气了吗？这可是我们云顶的生命线，下面正好缺几个采发电机的。我看你腿部肌肉挺发达，去下面采个10年动感单车，我就预支给你1张卡，怎么样？很划算吧？踩10年单车，我心里冷笑，原来这里的冷气是用这样填出来的。就在这时，小雅突然探出头来。王经理，你不能这么对我们。是我啊，我是小雅，以前经常来咱这调货的。女经理动作一顿，眼神里满是漠然。哪来的野丫头，乱攀什么亲戚？以前来调货的，哼，那不就是个跑腿的下人吗？保安，把这只苍蝇赶走。林小雅急了，举起一把钥匙。王经理，我知道你们冷库的电子锁早就没电了，
上次刘主管怕断电，特意给了我一把备用的机械钥匙。听到 B3区和钥匙，保安突然愣住了。经理，B3区那是百货囤货区啊，咱们之前一直打不开的那扇门，我听老员工说过，那里面囤的全是好东西，不光有冻肉，还有烟酒、粮油、名牌宝宝之类的，那可是咱们这儿最肥的一块肉啊！女经理的眼睛瞬间亮了。真的，那里面真的有红酒和当季的新款包包。她懵了一下。哎呀，早说嘛，原来是带着大礼来的。她语气虽然缓和了一些。行了，算你有心，把钥匙交给我吧，我可以免了你们的入会费。她指了指旁边的保安，给这位小姐找套服务员的制服，以后她就负责给倒酒、洗盘子。至于你，她瞥了我一眼，看在钥匙的份上，不用去踩单车了，去门口当个保安吧，记得把脸洗干净点，别丢了我们店的人。我轻轻把林小雅拉到身后，当保安倒酒。我笑了，王经理，你是不是搞错了什么？现在钥匙在我手里，想要里面的东西得按我的规矩来。女经理脸色一沉，你的规矩在这儿，我就是规矩，给脸不要脸是吧？保安，把钥匙抢过来，男的直接扔进地下室去踩发电机。几个保安闻言，小子识相点，把钥匙交出来，少受点皮肉苦。我看着围上来的人群，不但没退，反而往前走了一步。看来你们是听不懂人话了，既然你们这么想要物资，那我就先给你们一点见面礼。女人不仅嘲笑我是个穷鬼，还命令保安抢我的钥匙。只因高温末世，地表温度飙升60度，而我有仓库的备用钥匙，里面囤有5吨快乐水和辣条。保安，去把钥匙拿过来，记得拿酒精湿巾包一下，别脏了我的手。听见没？经理让你把钥匙交出来，识相点，别逼劳资动手。如果不给呢？不给，那就打嘎你的手，我们自己拿。接着便冲了过来，我掏出射钉枪，3两下便都领了盒饭。女经理吓得一激灵，你别乱来，我警告你，我是这里的高级经理，你要是敢伤我，我就……看到我冰冷的枪口，眼珠子突然一转。帅哥，别误会，这几个是昨天刚招的临时工哈，我看你身手不错，做事也够很符合我们企业的狼性文化。这样吧，我正式聘请你当我的安保总监，月薪3000积分，包吃包住，怎么样？考虑一下。我上前一步，去 B3库，再多说一句废话，我就把你钉在门上当门把手。很快便到了 B3区的门口，女经理突然叫住了：“帅哥，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这5吨快乐水，你一个人吞不下的。所以呢？”我也不多要，给我留90%，剩下的10%作为辛苦费，我派专车给你送到府上。不瞒你说，咱们这区的雷火帮老大，那是我的至尊 VIP， 他们手里有防爆防热的装甲运输车，每周都来我这进货，大家交个朋友，我让他们下次给你送货上门。他顿了顿，眼神里带着一丝威胁和炫耀。否则你也知道，外面75度的高温，普通轮胎出门就花那么多物资，没那种高级车，你就是有命拿，也没命运出去。我眼睛微微一眯，防热装甲车，你没骗我吧？现在的技术，谁能搞定那种级别的散热系统？雷火帮的前身可是重工机械厂的安保队，他们占据了东边的第3热电厂，也就是现在的雷火寨，只有我的会员卡才能请动他们的车队。情报到手，第3热电厂，重工机械背景，这正是我想要的信息。我收起射钉枪，装作被说服的样子。行，既然有这种专业的车队，那我先进去验货，如果货没坏，咱们再谈分账的事。女经理轻蔑地哼了一声，我带着林小雅走进 B3库。穆老板，我们怎么办？真的要分给他90%吗？分给他，他配吗？我指了指门口，小雅，你去门口守着，背对着我，堵住猫眼，不管听到什么声音都别回头。林小雅虽然疑惑，但还是乖乖跑到门口。不一会儿，我便利用空间异能扫空了整个仓库的物资。这东西呢？刚才还填满整个仓库的东西呢。别问，问就是魔术。紧接着便出了仓库，便被10几个人包围住。哦，出来了，验货验的怎么样啊？不好意思啊，帅哥，刚才雷老大跟我说了，现在的行情变了，不是91分，是全都要。今天这里的一根辣条你也别想带走。林小雅吓得躲在我的后面。穆老板，人太多了，怎么办？我扫视了一圈，10几个人，我有把握全，但那个所谓的雷火帮已经在路上了，如果在这里被拖住，一旦对方有重火力，会很麻烦。我一脸无辜地看着女经理，全都要。王经理，你是不是误会什么了？误会什么？这里面的东西太重了，我又没车，所以我一根都没拿，毕竟我也搬不动5吨货。你看，我口袋都是空的。女经理一愣，费了这么大劲把门打开，你跟我说你没拿？大姐，那可是5吨货，我就2个人，那是可乐，又不是棉花，没有车，难不成让我用牙叼着走吗？我本来想搬2箱的，实在太沉，就放弃了。东西都在里面，一瓶没少，不信你自己进去点点数，反正我是搬不动。女经理狐疑地看了我一眼，确实，除非你会妖法，否则不可能把5吨货塞进裤裆里，对吧？王经理，咱们都是求财，我就是个探路的，本来想搬2箱，实在太沉搬不动，这才空手出来的，东西都在里面，完好无损，不信。我从口袋里摸出那把黄铜钥匙，钥匙给你，你自己进去验货，验完货咱们再谈，那是91分，还是全归你，别伤了和气，对吧？全场的人都盯着这个钥匙，我手腕一抖，朝人群后方丢去。抢钥匙，别掉进下水道了，快去捡！随即丢下烟雾弹便撤退，随即后面传来了绝望的声音：空的，全没了，那是5吨货啊！给我追，不管跑到天涯海角，都要把抓回来。10分钟后返回庇护所的路上，只见后方2辆改装的越野车正像疯狗一样咬了上来。男人不仅疯狂撞击我的车尾，还架起重机枪对我无差别扫射。只因高温末世，我清空了5吨的火，而眼前的雷火帮妄图杀人越货。另一边，疯狗彪和赵大头还在撬卷帘门。这那是车库门啊，这简直是银行金库吧？再撬不开，咱俩都要脱水成干尸了。少废话，用力！那小子肯定死在外面了。只要把这门撬开，里面的空调、物资
还有那软绵绵的沙发，全是咱们的，这以后就是咱们的皇宫。可是万一他没死呢？我看他小子邪门的很。呸！闭上你的乌鸦嘴！就凭他那一辆破车，遇到外面的高温早成骨架了。听我的，我是专业的。就在这时，远处传来了野兽般的引擎咆哮声。什么声音？打雷了！打雷！你个大头鬼！那是重机枪，快躲起来！两人吓得缩到了一旁的角落。紧接我回到庇护所，随后厚重的防爆门重重落下，两辆改装越野车停在门口。女经理气急败坏地跳下车，给我炸开！缩头乌龟，你有本事抢货，有本事开门啊！把我的5吨快乐水吐出来，信不信老娘把你的门牙一颗一颗敲下来当纽扣？这时，雷火帮的三当家雷老三，行了，王经理，省点口水吧。这门是防爆级的，你就是把嗓子喊劈叉了，他也不会因为同情你而自己打开，那是特种钢，不是感应门。女经理气得跺脚。那怎么办？难道就这么看着？三当家，你们雷火帮不是有炸药吗？给我轰开他！雷老三翻了个白眼。轰开！这地方结构这么密，有 C4 容易塌方，到时候把你的快乐水埋里面，你自己用吸管喝吐，先看看周围有没有通风口。就在这时，赵大头因为腿软发出了动静。雷老三眼神一凛，水滚出来！再躲着，我就帮你身上多开几个排气孔。疯狗彪和赵大头哆哆嗦嗦地走了过来。别开枪，大哥，误会，我们只是路过的热心市民。女经理一眼就看到了地上的撬棍。热心市民，带着撬棍的热心市民，我看是同伙吧？说里面那个姓穆的把货藏哪了？赵大头心理防线彻底崩了，嘴像机关枪一样突全说了。大姐，冤枉啊！我们跟他真不是一伙的，我们也是受害者啊！这小子坏得很，他这门是特制的，我跟彪哥撬了3天3夜了，连个漆皮都没掉，而且里面还有监控，他肯定在看着咱们笑话呢，真的！而且之前我们 C4 炸了啥用没有？我要是跟他一伙的，我能在这儿喝西北风吗？雷老三走过来，撬了3天都没开。疯狗彪拼命点头，对，大哥，你看这划痕都是新的，这门太邪门了，又厚又硬，而且这小子手里有那种射钉枪，准得很。咱们要是硬冲，肯定吃亏。与其在这当靶子，不如什么？疯狗彪咽了口唾沫，一脸谄媚，不如上重家伙。普通的撬棍肯定不行，得用专业的切割机或者液压钳。大哥，我看您这车队威武霸气，肯定有这种神器吧？我虽然没本事，但我可以给各位大哥当个啦啦队，喊个加油助威什么的。雷老三冷笑一声，算你小子识相，说的有点道理。我正坐在沙发上，林小雅站在一旁则有些担忧。穆老板，那个雷什么的，他们装备看起来很精良啊，顶不顶得住？试过才知道，我现在只知道一件事。什么事？我现在累得很，搬了5吨空气，也是体力活啊。至于外面那些人，随他们折腾去吧，反正一时半会儿也切不开。林小雅愣了一下，那您不去管管？我站起身，管什么？这种粗活留给门去做就行了。柳如烟呢？叫她在娱乐室等我。林小雅眨了眨眼，如烟姐在里面擦桌子呢，您找她干嘛？刚才运动量太大，需要放松一下，去找她打2杆桌球，顺便教她什么叫一杆青苔。说完我便消失在走廊尽头。这贵客确实阴一般的炸药还真不好使。招手叫来了一个心腹手下，售后，你现在马上开车回寨子，去后勤库把那台开关器给我拉过来，就是那台从船厂弄来的等离子切割机。没问题，三爷，那我顺便跟大当家汇报一声，让他批个条子，毕竟动用这种大家伙。反手一个大笔斗，汇报？你汇报个屁！把你那猪脑子给我转一转！你是嫌分食物的人不过多是吧？要是让老大和那个死心眼的二当家知道了，这批货还能有咱们兄弟的份吗？到了那时候，咱们连口汤都喝不上，全得进公库。懂了，三爷，您是想独吞高啊？实在是高。男人不仅门前泼上雷酸，还用等离子切割机破坏，只因高温漠视。我囤有大量物资，几人便想将物资占为己有。里面的缩头乌龟听着，三爷我不喜欢动粗，本来想给你个机会，大家一起发财。既然你不识抬举，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随即对女经理嘚瑟道：“王经理，这可是我从化工厂搞来的化骨水，别说这扇铁门了，就算是银行金库，我也能给它化成一滩烂泥。只要这桶东西泼上去，3分钟，我保证这扇门比豆腐还软。”女经理一脸崇拜又贪婪，还得是三当家有办法。这门一开，里面的快乐水我们对半分。那个姓穆的小子，我要把他留下来给我擦鞋。雷老三大手一挥，泼，给老子狠狠的泼，让里面的人听听什么叫滋滋冒油的声音。几个小弟对着门缝狠狠地倒了下去，伴随腐蚀声，刺鼻的黄烟瞬间腾起。听见没？这就是钱的声音。另一边打完桌球，我便和柳如烟回到了客厅。刚才那一杆黑八进的很漂亮，角度找得不错，比刚来的时候稳多了。柳如烟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莫老板，您就别夸我了，我现在哪有心思管球技啊？您听听这动静，那是强酸腐蚀的声音吧？语气里满是担忧。我以前在新闻里见过，这种工业强酸泼在水泥地上都能烧个坑出来。咱们这门虽然厚，但毕竟也是金属的，万一真的被划穿了怎么办？我靠在沙发上，划穿？你也太小看这扇门的脸皮了，那上面涂的是航空级的石墨烯防腐涂层，本来这几天风沙大，门上全是灰，我都懒得清理，没想到这帮人还挺讲究卫生，大半夜的扛着硫酸来给我免费洗门。柳如烟愣了一下，原本紧绷的神经瞬间松弛了下来。洗门，亏您想得出来，人家在外面拼命搞破坏，被您说的像是来做家政服务的。门外浓烟散去，让三爷我第一个进去，我要喝第一口冰可乐，其他的谁也别跟我抢。只见那扇原本有些灰尘的防爆门变得锃光瓦亮，光可见人。这是什么情况？我的化骨水呢？怎么给他洗了个澡？女经理也凑了过来。假的，三当家，你这硫酸是兑了水的吧？这门怎么比刚才还新？你是在给这只缩头乌龟做保洁吗？我看你这不是来抢劫的，是来做家政服务的吧？躲在后面的疯狗彪，大头，你看这门亮的都能挤痘痘了，刚才那桶真是强酸，我怎么觉得像是抛光蜡？
这雷老三该不会是那个姓穆的请来的徒吧？赵大头吓得去，彪哥你小点声，没看雷老三脸都绿了吗？再嘟嘴，他就把你当抹布拿去参满了。雷老三感觉受到了奇耻大辱。闭嘴，都给我闭嘴！再废话，老子先把你的嘴封上！我就不信这个邪，这门肯定是用了什么黑科技涂层，化学的不行，那就来物理的。瘦猴带着几个小弟，三爷，家伙事儿来了，这就是那台船厂用的重型等离子切割机，刚换的进口喷头，别说这扇破门了，就是航母的甲板也能给它切成豆腐干。雷老三怒火瞬间变成了狂热，对着女经理狰狞一笑：“老子亲自来，王经理，往后稍，这玩意儿中心温度高达几千度，别把你那张花了大价钱整的脸给烤化了。”女经理虽然嫌弃，但看到这大家伙，眼神里也重新燃起了希望。哼，最好是这样，三当家，我丑话说在前面，要是这玩意儿还不行，这批货的分配比例我可得重新算了。雷老三冷哼一声，狠狠扣动了扳机。重新算，等老子切开了门，我就让你跪在地上帮我数，看好了，看我是怎么把这只乌龟壳给撬开的。刺眼的蓝白色电弧瞬间喷涌而出，给我开无灯快乐水，你是老子的。火花四溅，被那刺眼的光芒晃得睁不开眼。乖，这动静，这是要捍卫心啊！彪哥，你说要是门切开了，咱们能分到一口汤吗？汤，我看咱们能分到一口热气就不错了，希望能切开吧，不然我看雷老三要吃人了。半个小时过去了，瘦猴在一旁小心翼翼地问道：“三爷，差不多了吧？我怎么看着好像不太对劲呀？火花是挺大，但这门好像没动静啊。”女经理走上前：“哈，这就完了，三当家，这就是你说的切航母，这连个易拉罐都切不开吧？你这切割机是上9块9包邮买的玩具吗？”雷老三愣住了：“不可能，绝对不可能，这可是等离子，几千度啊，这门难道是真金做的吗？瘦猴，你他妈是不是拿错了？这是不是把电焊机给我抬过来了？”男人不仅在门前倾倒液弹，还架起喷火枪进行炙烤，只因高温末世，火囤有大量物资，几人便想进去掠夺，便妄图利用极致的温差让金属结构崩裂。雷老三将等离子切割枪狠狠地砸在地上。瘦猴，你是不是搞到假货了？连个漆皮都没切透，这也叫开罐器？瘦猴吓得缩着脖子：“三爷，这机器真是原厂的，说明书上写着能切半米厚的钢板，没道理呀！就算是银行金库，这时候也该化了。”女经理在一旁冷笑：“行了，三当家，承认吧，这门你就是啃不动。刚才牛皮吹得震天响，又是强酸又是切割的，结果呢，连个响都没听着。我看咱们还是回去吧，别在这丢人现眼了。等你那个二当家来了，说不定还有点办法。”雷老三猛地转过头：“闭嘴！老子今天就不信这个邪！回去！老子要是现在回去，以后在道上还怎么混？硬的不行，老子就来硬的，就算是块石头，老子也要把它炸裂！”他一把揪住瘦猴：“车上是不是还有那批刚从医院搞来的液弹罐？全给我搬下来！还有那几把喷火枪，都给我拿过来！”瘦猴一愣：“液弹，三爷，那是保命的东西啊！现在外面70度，那可是给咱们车的引擎降温用的。要是用完了，咱们的车回去路上可能会爆缸啊！”爆缸！老子现在的火气比引擎还大！你看这扇门，它是金属的，只要是金属，就没有不怕冻的。咬牙切齿地比划着：“初中物理没学过吗？冷萃效应，只要把它冻到零下200度，它就会变得比玻璃还碎。到时候再给它一锤子，或者用火一烤，砰，它就得碎成渣。”瘦猴还是有些犹豫：“可是三爷，要是门没碎，车又坏了，咱们怎么跟大当家交代啊？”雷老三反手就是一大笔斗：“交代个屁！只要拿到里面的物资，咱们哪怕是走回去，大当家都会敲锣打鼓来接咱们。少废话，把所有的液弹都给我搬下来，我要给这扇门做个冰镇刺身。”疯狗彪看着这疯狂的一幕：“大头，完了，这帮人疯了，他们要把这里变成冷库了。你说咱们俩会不会被冻成标本啊？”1个小时后，几个小弟抱着银白色的液弹管，对着大门疯狂喷射，白色雾气瞬间笼罩了整个大门。狠狠的冻，只要金属到了这个温度，就会变得比玻璃还碎，哪怕是一根手指头戳上去，都能把它戳个窟窿。等冻透了，老子再一把火。屋内，穆老板，那是液弹，即使隔着屏幕，我都能感觉到那股寒气。我看过报道，这种工业液弹瞬间就能把钢铁冻裂的，而且他们手里还拿着喷火枪，这是要搞热胀冷缩的爆破啊！他焦急的，一旦这种温差形成，哪怕是钢化玻璃都会瞬间炸成粉末。咱们的门虽然厚，但也扛不住这种几百度的瞬间温差吧？要是门碎了，他们冲进来。我坐在沙发上，抿了一口西瓜。碎，普通的钢材确实会，可惜了，这扇门的内芯用的是最新型的航天级记忆合金，这种材料最不怕的就是这种冰火两重天。相反，他最喜欢这种极端的温差刺激。柳如烟愣住了，最喜欢刺激，那是什么意思？我像是在给小学生上课。在工业上，这叫深冷处理。这种极低温能消除金属内部的残余应力，让它的分子结构排列得更紧密。简单来说，就是能让它变得更硬、更韧、更耐造。我走到屏幕前，平时做一次这种级别的深冷淬火保养，得去专门的特种工厂，花不少积分呢。没想到雷老三这么客气，不仅送上门来，还自带设备和材料，这是在给大门免费做全套的大保健啊！门外雷老三用火焰喷射器疯狂烤制，一阵清脆的类似玻璃崩裂的声音。听见没？听见没？裂了，那是锁芯崩裂的声音！哈哈哈哈！什么航天级，在老子的物理法则面前都是渣渣！继续烧，烧到它散架为止！赵大头被那热浪逼得往后缩了缩。彪哥，我也听见了，好像真的裂了，咱们是不是该想想一会儿怎么跑路了？疯狗彪却皱着眉头，不对劲，这声音
太脆了，像是冰块裂开的声音，不像是钢板崩断的声音啊！所有人都屏住呼吸，死死盯着那团逐渐消散的白雾。男人不仅在门前倾倒液弹，还架起喷火枪进行炙烤，门禁崭新如初，还镀上了保护层。喂，梅里，这怎么可能？这可是几百度的温差啊，哪怕是花岗岩也该炸了。为什么它变得更亮了？疯狗彪忍不住咽了口水。好漂亮啊！大头，你看这颜色跟三爷那辆跑车的限量版漆面一样，这叫什么蓝来着？对了，蒂芙尼蓝？不对，这是皇家蓝啊！这门现在的档次起码涨了5倍吧？赵大头也傻乎乎的点头。是啊，彪哥，我也觉得比刚才好看多了。刚才灰扑扑的，现在看着跟艺术品似的。三爷这手艺没得说。雷老三只觉得胸口一阵气血翻涌。闭嘴，都给我闭嘴！什么艺术品？这是假的，这绝对是假的。雷老三从腰间摸出一把折叠刀。我不信，哪有这种金属被火烤了还能变形？这肯定是障眼法，是全息投影。对，一定是投影。他把刀尖狠狠往门上一扎。我要验牌，给我看底牌。刀尖瞬间崩断，王经理翻了个大大的白眼。行了，三当家，别在那演戏了，我都看累了，又是冰冻又是火烤，结果呢，门越来越新。三当家，哥们，你真雷霆啊！我是真没见过像你这么抽象的土匪，你是来抢劫的，还是来给人家送装修的？雷老三彻底整破防了。你说什么？你敢嘲笑我？王经理冷笑一声，我不嘲笑你，嘲笑谁？本来还以为你是个狠角色，没想到就是个只会浪费资源的草包。液弹没了，燃油也没了，车队要是回不去，大当家问起来，给了雷老三一个致命的眼神。这口锅我可背不动，我这就回去跟二当家汇报，让他亲自带人来吧。至于你就留在这儿继续你的装修工程吧。雷老三眼瞬间炸了，怎么任务失败了想拿我撒气？事实摆在眼前，门没开，物资没拿到，这就是你雷三爷的本事。雷老三气急败坏地吼道：放屁，这能怪我吗？当初是谁带的路？是谁跟我说这里有只肥羊，团了100亿物资？是你这个贪心的娘们！王经理冷笑，解释，我只需要告诉二当家，某人想独吞5吨快乐水，结果偷鸡不成蚀把米，把车队的补给都霍光了。你猜二当家是信我，还是信你这个废物？雷老三掏出手枪，便让王经理领盒饭了。瘦猴和几个小弟吓得魂飞魄散。谁还想去告状？站出来，我送他一程！全场死寂。与此同时，屋内众人站成一排。别看了，狗咬狗而已，没什么营养。既然外面一时半会儿进不来，我们也不能闲着，跟我来。经过这段时间的培养，忠诚度都有所提升。来到生态循环室，柳如烟、小雅、黑经理目瞪口呆。这是真的植物？天哪，外面连仙人掌都快晒死了，这里竟然像个热带雨林。林小雅激动的语无伦次。穆老板，这么多，我们吃得完吗？末世里最珍贵的不是黄金，也不是子弹，而是维生素。这套水培系统每天能产出的鲜蔬菜，足够我们要10个人吃。柳如烟吞了吞口水，看着架子上那些宝贝。那我们以后天天都能吃沙拉了。我摇了摇头，虽然设备是顶级的，土壤和营养液也不缺，但很可惜，我们目前的菜单还很单调。我走到第一个架子前，目前只有这2种蔬菜，水培生菜和速生菠菜，虽然能保证基础的叶绿素摄入，但吃久了也会腻。我又走到里面的水果区，水果方面也一样，目前只有奶油草莓和圣女果，虽然个头不大，但在外面这一颗草莓足够换一条人命。我指了指旁边的控制台屏幕，小雅和黑经理，你们心细，理工科底子也不错，这边的水循环系统和营养液配比就交给你了，每天早晚各检查一次 pH 值和电导率，一旦数据异常报警，立马通知我，这可是他们的奶粉，马虎不得。看向柳如烟，至于你，如烟这里的人工授粉和修剪枝叶归你，这里是封闭环境，没有秘方，每一朵花都要用授粉笔轻轻刷过，只有授粉成功了，才能结出果子，这是一个细致活，手不能抖。就在这时，手机再次传来了刺耳的警报声，只见门前又来了几辆重型改装车，车上走下来的便是雷老二。男人不仅门前泼上硫酸，还用等离子切割机，紧接着又倾倒液弹，架起喷火枪进行疯狂炙烤。只因高温末世，我囤有大量物资，几人便想占为己有，结果反而让大门镀上保护层。二当家闻声而来，妄图利用次声波共振仪将我赶出来。二当家，您怎么亲自来了？这点小事。二当家抬手就是大笔斗。老三，你知道我最讨厌什么吗？我讨厌噪音，尤其是那种无能的噪音，眼里还有一些藐视。你用了我的切割机，用了我的液弹，甚至还杀了大当家的财物，结果就给我看这个。二当家走到大门前，老三啊老三，你真是个人才。这种航天级的记忆合金，最怕的就是常温下的持续切割，但最喜欢的就是这种瞬间的极寒与极热。你这哪里是在供冷，你这是在给人家做免费的深冷回火供养。现在这扇门的硬度比之前起码提升了30%。雷老三在一旁听得冷汗直流，想要解释，却又不敢插嘴。二当家，那现在怎么办？这门这么硬，咱们是不是该撤了？二当家冷笑一声，我李老二从来不走空，既然屋里防御这么完美，那就说明他的弱点不在硬度上，而在于里面的人。他指了指自己的耳朵，又指了指那扇厚重的防爆门。只要是物质就有频率，只要有频率就能共振，把车上的次声波共振仪给我搬下来，调到18赫兹。雷老三一脸懵逼，次声波那是啥玩意儿？能炸开门吗？炸不开门，但是能震碎他们的内脏，我要让他们自己爬出来给我开门。几人带着机器来到侧面的墙壁，雷老二调整机器的角度便启动，雷老三凑过去听了听，一脸嫌弃。坏了，二当家，这玩意儿没动静啊！刚才那切割机虽然没切开，好歹还滋滋冒火星呢，这咋跟哑巴似的？您是不是被卖仪器的给骗了？二当家像看智障一样瞥了他一眼，蠢货，次声波要是能让你听见，那还叫次声波吗？这种18赫兹的频率刚好是人体内脏的共振频率，看着吧，不出3分钟，里面的人就会感觉五脏六腑都在跳舞。与此同时，生态循环室里，柳如烟在给草莓松土，突然整个人像是晕车了一样。穆老板，救命！
心脏跳得好快，感觉肠子在肚子里打结。林小雅更惨，她本来身体就弱，头好疼，有什么东西在钻脑子，好想吐。客厅里我眉头一皱，手机上的环境安全监测亮起了红灯。有点意思，既然懂得用次声波共振，这是想绕过物理防御，直接把人震死在里面啊！怪不得雷老三那么怕他，这招确实阴毒。盯着屏幕里的二当家，我发现了一个细节，哪怕是在极其安静的环境下，这个二当家依然戴着那个厚重的耳机，而且刚才雷老三只是大声说话，他就皱着眉露出痛苦的表情。原来如此，是听觉强化异能者，还是天生听觉过敏？怪不得这么讨厌噪音，甚至连次声波这种听不见的东西都要用设备来放。我眼神变得像猎人一样锐利。既然你喜欢玩频率，既然你听力这么好，那我就送你一份大礼，看看是你的次声波厉害，还是我的魔音贯耳厉害。我在手机上启动全频段扩音阵列，并顺手在音乐库里搜索了一首能把嘎人吵醒的曲子。门外，雷老三看着毫无动静的大门，有些沉不住气了。二当家，这都3分钟了，里面咋还没动静？那几个娘们不会是睡着了吧？要不我再去砸2锤子。二当家闭着眼睛，急什么？次声波杀人讲究的是一个过程，现在的安静是他们正在走向死亡的宁静，只要再过1分钟。一阵电流脉的啸叫声从监控位置传来，普通人都觉得刺耳，二当家更是浑身一震，猛地睁开眼，脸色大变。男人不仅门前泼上硫酸，还用等离子切割机，紧接着又倾倒几百升液氮，架起喷火枪进行疯狂炙烤。只因高温末世，我囤有大量物资，物理办法没用，便妄图利用次声波共振仪将我逼出来。二当家，这都快5分钟了，里面连个咳嗽声都没有，那几个娘们不会是直接被震死在里面了吧？要是人都死了，谁给咱们开这扇乌龟壳大门啊？死不了，18赫兹的频率只会让他们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人类在极度痛苦的时候，为了活命，什么门都会开的。现在只需要享受这美妙的倒数。话音未落，墙上的摄像头发出异常的声音，几人同时看向。我操，这墙上还藏了喇叭，他要干嘛？还画投降吗？屋内，我看着监控里那群抬头仰望的蠢货，冷笑一声，手指敲下了播放键。投降，我送你们超度。一曲经过重金属电音失真处理，唢呐版赛博大悲咒从喇叭传出，120分贝的噪音相当于一架波音747在你耳边起飞。雷老三和那群小弟只觉得脑子里嗡的一声，对于听力是常人几十倍，甚至天生听觉过敏的二当家来说，简直就是末日降临。关掉，关掉，我都要炸了。屋内我敲着二郎腿，怎么了？李二当家，刚才不是还很优雅吗？不是说讨厌噪音，最喜欢安静吗？这首我精心挑选的赛博乐曲还合您的胃口吗？门外二当家感觉到音浪稍微小了一点。穆老板，穆爷爷，我错了，我真的错了，求求您把音乐关了，再放下去我真的要领盒饭。我坐在沙发上，慢条斯理地说道：关掉！你大老远跑来，用次声波震我的门，不仅弄坏了我的花花草草，还吓到了我屋里的女孩子。刚才不是还说要震碎我们，让我们自己爬出去给你开门吗？接着我直接调高了，二当家直接领了盒饭。二当家就这么被喇叭震嘎了。雷老三彻底慌了，车队的不给我霍霍光了，现在连核心战力二当家也折在了这里，我要是就这么回去，大当家不得给我点天灯。雷老三回到车旁，疯狂翻找武器。三爷别找了，二当家都被活活震死了，咱们快跑吧，这姓穆的根本不是人，是个变态啊，再不走咱们今天全得交代在这儿。跑，往哪跑？车没油了，水也喝光了，外面70度的高温，走回去也是变成干尸，老子今天就是嘎，也要咬下他一块来。回到门前，雷老三拿着一具单兵火箭筒。羡慕的，你嘎了我雷火帮的二当家，大当家不会放过你的。你以为你躲在这个乌龟壳里就安全了吗？一个只会放阴招的缩头乌龟。雷老三如同疯狗一样，有什么能耐你冲我来啊？用个破喇叭算什么本事？有种你出来，跟老子1对1单挑啊！你不是很牛的吗？你出来啊！他用力拍打着自己的胸口。老子今天就是死，也要死在外面。你要是个带把的爷们，就别躲在女人裙子底下，敢不敢出来跟我真刀真枪的干一场？我雷老三让你一只手，不敢出来，你就是我孙子。话还没说一半，就看到我站在门口。哈哈哈，羡慕的，你他妈脑子进水了，还真敢出来！雷老三激动的浑身发抖，架起火箭筒。我还以为你有什么3头6臂呢，没有了那扇破门，你算个什么东西？老子现在一枪就能把你这小白脸打成筛子，去嘎吧，你的物资归我了。我嘲弄的冷笑，来，往这打。雷老三愣住了，怎么不敢了？你刚才不是叫的挺欢吗？不是要跟我真刀真枪的干一场吗？我现在就站在这里，开火啊！千万别手抖，歪了可就没意思了。雷老三彻底激怒了，装神弄鬼，你天内以为你是超人啊？给二当家陪葬去吧。接着毫不犹豫地扣动了扳机，男人不仅在门前倾倒液氮，还架起喷火枪进行疯狂炙烤。见大门毫发无损，气急败坏竟架起火箭筒。殊不知我早已觉醒了空间异能，直接回收了火箭筒。烟雾散去，我依旧双手插兜。炮弹呢？喂，没了。你是魔式仙？我微微一笑，是魔式仙，我自己说了才算。你刚才不是叫嚣着要嘎在外面吗？我成全你。我毫不犹豫地扣动了扳机，雷老三直接被网钉在了墙上，晕了过去。我走向瘦猴，大哥，闪仙，饶命啊！我就是个开车的，今天的事跟我没关系啊！您大发慈悲，把我当个屁放了吧！我不嘎你，留着你的命回去报个信。您说，您有什么吩咐，我一定一字不落地带给大当家。回去告诉你们大当家雷老大，他手底下的老二没了，老三现在被我挂在墙上当风景。想熟人可以3天之内让他带5斤新鲜的蔬菜和水果种子过来，西瓜、草莓、黄瓜、土豆，品种越丰富越好。
记住了，少1两我就拔雷老三一颗牙。他满脸错愕地看着我，我5斤种子，大哥您没开玩笑吧？三爷的命就只换这点东西，咱们雷火帮军火倒是有一点，只要您开口，枪支弹药老大肯定愿意拿来换人。可是这蔬菜和水果种子，在现在这极热末世里，那可是比黄金还稀罕的绝版货啊！大家都在抢水抢吃的，谁还留着这玩意儿啊？上哪去弄5斤这么多？我眼神一冷，那是雷老大该操心的事情，滚回去告诉他，他要是乖乖凑齐种子送来，我放人；他要是敢带人来硬抢，我保证让他连人带枪一起在这个世界上蒸发。瘦猴吓得直打哆嗦，向远处走去。我直接将几辆越野回收了。回到庇护所，只见几人十分焦急。穆老板，您终于回来了，外面刚才到底怎么了？监控黑屏了，急死我们了。您没受伤吧？那帮土匪呢？能有什么事？几个跑错地方找茬的流浪汉而已，已经被我打发走了。我坐在沙发上，懒得跟他们解释外面的血雨腥风。行了，外面的破事不用你们瞎操心，天塌下来有防爆门顶着。小雅，你带人去一趟生态循环室，把里面那些闲置的水培架和空着的种植槽彻底清理消毒一遍。过2天应该会有大批新种子入库，提前把位置给我腾出来。林小雅乖巧地点了点头。好的，老板，我这就去收拾，保证把每个架子都擦得干干净净的。至于你，如烟，刚才在外面站了半天，感觉身体有点僵，走，陪我去一趟健身房。好好陪我运动一下，拉伸筋骨，看看你的体能最近有没有退步。一处废弃的军工防空洞，逃回来瘦猴扑了进来。老大，出大事了，全完了，2当家嘎了，3当家被扣下了，我们开去的车和装备全都没了。房间里的几个心腹头目听到这话，瞬间炸了锅。慌什么？天塌不下来，把气喘晕了说。随后瘦猴一五一十的都说了出来。老2和老3带了30多号人走，还有重火力和次声波设备，在这片废土上能一口吃掉他们的人不多。那个姓穆的小子到底是怎么做到的？老大，那小子根本不是人，是妖怪啊！三爷连火箭筒都扛出来了，那么大一颗穿甲弹打过去，眼看就要炸到他脸上了，结果连个响都没听见，那炮弹就那么凭空消失了。三爷还没反应过来，就被他手里凭空变出来的射钉枪用网钉在了承重墙上啊！旁边一个脾气火爆的头目，放屁！老子不信这个邪，这世上哪有生吞炮弹的妖怪？老大，肯定是那小子用了什么障眼法，给我2辆装甲车和100号兄弟，我带上 C4 炸药，去把那个什么狗屁避难所给平了。闭嘴！众人安静下来。贸然强攻，只会把我们整个帮派的家底都填进去。他既然没有直接杀老3，也没有杀你，就说明他有条件。他说让您3天之内亲自带5斤新鲜的蔬菜和水果种子过去赎人，西瓜、草莓、黄瓜，品种越多越好，少1两种子，他就拔三爷1颗牙。旁边几个头目气得七窍生烟，拿我们3当家的命换几包破种子，这是在把我们雷火帮的脸往脸里踩啊！老大，这口气绝不能忍！都给我安静！你们这帮蠢货，懂个屁！他敢开口要蔬菜种子，就说明什么？在外面70度的高温下，他竟然想着种西瓜和草莓，说明他的避难所里不仅有充足的纯净水。男人架起重型火箭筒，妄图将我连人带门轰成碎渣。殊不知我觉醒了空间异能，不仅直接将火箭弹吞噬，还反手将雷老3网在墙上。雷老大得知这一切后，只有没脑子的蠢货才会去硬磕那种级别的防爆门。他既然要种子，那我们就给他种子。底下的人愣住了。老大，真给啊！咱们上哪去弄5斤草莓西瓜种子啊？这玩意儿现在比黄金还难找。雷战眼神阴冷，去废弃的是农院吗？去黑市花3倍的价钱买，不仅要凑齐这5斤，我还要给他翻倍，送10斤。头目们全傻眼了，以为老大被气疯了。老大，您这是干嘛？老3还在墙上挂着呢，咱们不去报仇，反而去进攻。防爆门连火箭弹都不怕，我们拿兄弟们的命去填，那是蠢货。去告诉他，老3冲撞了他，死有余辜。我要让他觉得我们雷火帮怕了他，真心想抱他的大腿做交易。等他习惯了我们的上过，防备心自然就会降下来。雷战转过头，幽灵，你准备一下。雷战走到他面前，幽灵，你就扮成懂无土栽培的盲人奴隶，跟着种子一起被送过去。就说这批绝版种子极其娇贵，只有你懂得怎么催呀。他既然能在屋里养女人，戒备心再强，也不会对一个瞎眼的弱女子起杀心。明白，老大。旁边的一个头目听到这个计划，顿时倒吸一口凉气。老大高明啊，只要幽灵摸清了底细，咱们就能一击致命。还没完，在这片废土上，想要那座避难所的，可不止我们雷火帮一家。你们把西郊有一座拥有无限水源和恒温生态舱的神奇堡垒这个消息，给我悄悄放出去，透露给城北的十字军，还有市中心的变异者联盟。去，立刻给我准备物资和种子。3天后，好戏开场。庇护所客厅，黑经理着急地跑了过来。穆总，穆老板，您可得管管柳如烟啊！咱们庇护所的日常任务分配，他完全不当回事。明明说好了，今天他负责清理2层的生态种植槽，为接下来的新种子做准备。结果他倒好，把那些又脏又累的活儿全推给我一个人。他柳如烟凭什么不干活？这要是放在以前的公司，我早就把他开除了。他话音刚落，柳如烟摇曳生姿地走了出来。老板，您尝尝，这可是我刚学会的鲜榨橙汁，温度刚刚好。黑经理一看他这副做派，柳如烟，你还有脸在这献殷勤？你今天的 KPI 完成了吗？生态槽的消毒液你配了吗？柳如烟愣了一下，刷种植槽那种粗活，当然得交给你这种皮糙肉厚的底层员工去干呀。我的手要是磨出了茧子，以后还怎么伺候老板按摩？怎么陪老板打台球？
我放下手里的咖啡杯。行了，都给我闭嘴！学人家小雅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黑经理，你去学习包扎护理，如烟去准备晚餐。与此同时，车库侧面的一处隐蔽承重墙下，赵大头和疯狗彪两人拿着铲子。咱们跑这儿来挖他的墙角，要是被他发现了，还不把咱们俩也拿网兜起来，挂在墙上当王八晒？疯狗嘚瑟了下，你懂个屁！但这墙壁再硬，它地底下的地基总有个底吧？只要咱们兄弟俩顺着这墙根往地下死里挖，挖出一条地道，直接从地底穿过他的防爆墙，钻进他的车库里，拿点物资，咱们直接原地起飞。可是哥，万一他里面有监控，看到咱们在挖坑怎么办？怕什么？你看这地方离大门多远，足足好几十米。就算那小子真的在监控里发现咱们了，等他穿好衣服，打开那扇笨重的大门，再绕着外墙跑过来抓人，没个几分钟根本过不来。到时候只要大门一响，咱们丢下铲子，顺着废墟一钻，他连咱们的尾气都吃不到。赵大头一听这话，觉得十分在理，两人像土拨鼠一般疯狂挖地。男人疯狂跑土，试图挖穿地基，只因高温末世降临，我囤有大量物资，攻不破航天级防爆门，便妄图从侧面挖穿地基偷家。大头哥，咱们这真能行吗？正门那边那火焰旺可是连火箭弹都能变美啊！你想想，这地基总归是泥土和水泥吧？只要咱们顺着这墙根往下挖，里面的冰镇西瓜、纯净水还有媚纸，全都是咱们兄弟俩的。赵大头咽了口干沫。可是哥，咱们只有2把破铲子，这得挖到猴年马月去。疯狗彪怒道：少废话，想活命就给老子往死里挖！今天不吃不喝，也得给我刨出一条活路来。整整3天的时间过去了，挖出了一个不到半米深，刚刚好能蹲下2个人的小土坑。彪哥，我不行了，下面灌了高标号的防爆混凝土和钢板啊！继续挖，怎么地都得给我挖穿。远处突然传来一阵狂暴的重型引擎轰鸣声。彪哥，是车队，肯定是雷老大亲自带人来了。他们要是看到咱们在这儿挖墙角，肯定得顺手把咱们宰了。咱们就在这儿苟着，如果门开了，咱们再趁乱摸进去喝口水。两人缩进了坑里，避难所正门外。雷战大步走到监控摄像头前。穆老板，雷火帮大当家雷战在后里来给您赔罪了。接着走到老三这里。老三啊，我们雷火帮是生意人，不是土匪，你把你大哥我的脸都丢尽了。雷老三似乎察觉到了什么，拼命挣扎起来。雷战抬头就是一发，接着走到镜头前。穆老板，这一枪是给您的交代，要是您还不解气，我现在就崩了他，只求您能看到我雷某人的诚意。我坐在庇护所看戏。雷大当家，好枪法，既然是来送种子的，那就别演这种苦肉计了。我的时间很宝贵，东西呢？几个手下搬来几个大袋子。穆老板请看，这里面是10斤最饱满的西瓜和草莓种子，是我翻遍了整个黑市才凑齐的，比您要的5斤足足多了1倍。雷战顿了顿，一个黑乎乎的女人走了出来。另外，我还给您准备了一份特殊的礼物，这个丫头叫阿芒，以前是无土栽培专家，可惜眼睛瞎了，在外面活不下去了。雷战叹了口气，穆老板，您的堡垒虽然好，但种地这种粗活总得有人干吧？这丫头虽然瞎，但手巧，而且吃得少，特别听话，我就把她送给您，当个专门伺候庄稼的奴隶。坑里的赵大头，彪哥，那小娘皮虽然瞎，但是长得真带劲啊！这雷老大真舍得下血本啊！就在所有人都等着，突然传来了主角的一声冷笑：呵呵，雷老大，你这算盘打的，我在地下3层都听见了。送种子我收下了，但这女人……雷战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难道被看穿了？幽灵伪装的这么好，不可能被发现破绽啊！只听扩音器里的声音继续说道：这女人脏得像个乞丐一样，我有洁癖，你想让我收下她也行，先让你的人用水把她给我冲干净了。雷战愣了一下，随后心中狂喜，收拾一番后重新站在前面。穆老板，你看还可以吗？勉勉强强吧，把种子搬进去，让她自己走进来。雷战大喜过望，推了盲女一把，进门后便看到我早已站到一旁，盲女拔剑朝我刺来，我利用空间异能回收剑，一击将盲女击飞。我的剑呢？你到底是什么怪物？怪物在这里，我是神。雷老大让你来刺杀我，连颗高爆手雷都不给你配，就让你拿根牙签来，你真以为自己是来当刺客的？你什么意思？让你一个杀手单枪匹马进我的堡垒，不过是拿你的命来试探我内部的火力罢了。你现在就是一枚被抛弃的死子。常年混迹黑帮的他不是傻子，几乎瞬间就想通了雷老大那狠毒的逻辑。我懒得废话，从空间掏出一瓶矿泉水，跟着雷战，你早晚是个死。现在给你2个选择，喝了这瓶水以后做我手里最快的刀，或者送你去领盒饭。盲女毫不容易选择第2个。门外，雷老大见毫无动静，看来幽灵已经嘎在里面了。这乌龟可比我想象的还要诡异，连第一杀手进去，连个水花都没溅起来就折了。雷战大手一挥，5辆重型越野车扬长而去。疯狗彪和赵大头哆哆嗦嗦地探出半个脑袋。雷老大居然就这么走了，他连门都没砸，怎么感觉他像是吃了个大瘪，夹着尾巴逃跑的？疯狗彪啐了一口唾沫。正门越硬，说明里面的物资越多。只要咱们赶在其他人前面，从这地底下挖通了，里面的纯净水和物资全都是咱们兄弟俩的。大头，别愣着了，趁现在没人，给老子往死里刨！男人试图挖穿我的地基，只因高温末世，我囤有大量物资，两人挖了整整3天，终于挖穿了一层合金板，一股浓烈刺鼻气味飘了出来。大头，冷气，我感觉到了，这洞里冒出来的风是凉的，里面绝对是恒温车库。这活阎王的乌龟壳被老子凿开了。
赵大头热得大脑都快宕机，竟然咽了口唾沫。彪哥，这什么味道？虽然有点冲鼻子，但好像有一股发酵的醇香味，是不是这小子在地下室里酿了啤酒，或者是高科技的营养液？疯狗彪徒手去扒拉那块金属板，绝对是好东西。大头，快把口子凿大点，咱们先喝个水饱。伴随一阵高压气体释放，暗绿色液体破洞喷涌而出，这根本不是水，这是欧烂的臭泥汤。两人跳出坑中，摄像头传来戏谑的声音：两位胃口不错啊。我这避难所生态是特供的高浓度发酵有机液态肥，口感还满意吗？看你们挖了3天这么辛苦，这第一口化肥算我请你们的。疯狗彪和赵大头彻底崩溃了，哪里还敢多待半秒钟？庇护所内，经过2天的甜蜜相处，幽灵彻底折服。你说雷战费这么大劲，甚至不惜牺牲你这张王牌来试探我，而且连大门都没敢砸，就夹着尾巴跑了，这么想拿下我做防御堡垒吗？幽灵神色一凛，老板明鉴，雷老大急着抢您的避难所，根本不是为了那点物资，这高温末世早就变天了。这场天灾不仅仅是极热，现在的城市里还在随机坠落一种红色的陨石碎片，只要能找到它，普通人的基因就会突变，觉醒恐怖的异能，而且吸收的碎片越多，能力就越逆天。我抬起眼皮，难怪，所以雷战士惹上了惹不起的怪物，想抢我的乌龟可当保命退路。幽灵点了点头，是城北的武装势力十字军，他们的首领吸收了大量碎片，是个变态的肉体强化系，连重机枪都打不穿。雷老大为了自保，已经把这里的坐标和物资信息全透露给十字军了。我冷笑了一声，祸水东引，借刀杀人。雷老大这算盘打得挺响，既然你知道他是个什么货色，以你的身手，就算在末世也能活得下去，为什么要心甘情愿给他当探路的炮灰？末世前，我是打地下黑拳的黑市雇佣兵，末世降临后，谁手里有水，谁就是主子。我拿命替他干脏活，他每天施舍我半瓶带着泥沙的臭水。既然你以后是我的刀，那就先学学怎么享受生活。会打黑八吗？陪我打2局。会，老板让我打什么，我就打什么。而与此同时，避难所外围，彪哥，咱们完了，没偷到水，还得罪了那个活阎王。外面这么热，咱们是不是只能等死了？突然，他们前的废车堆一颗暗红色不规则石头闪烁着。大头，你看。这是个什么玩意儿？怎么还会发光？像不像极品红宝石？赵大头凑过来一看，彪哥，你说这破石头拿去黑市能换2瓶水喝吗？彪哥上前捡了起来，紧接着便传来嘶吼般的叫声。男人疯狂刨土，妄图挖穿地基，只因高温末世降临，我囤有大量物资。2人凿穿第1层合金钢板，里面喷出的却是生化肥料。2人拔腿就跑，却不料找到了陨石碎片。疯狗彪拿起碎片，浑身青筋暴起，竟直接吞噬了能量，当场觉醒了力量异能。赵大头吓得一抖，彪哥，你变成怪物了！疯狗彪感受着体内那股恐怖力量。怪物，老子现在是神。大头，看见没有？老子觉醒了，这就是老天爷赏的命。他猛地转过头，姓穆的，你拿大粪教老子是吧？今天老子就把你这乌龟壳砸成废铁，把里面的物资全抢光。彪哥牛逼，天下无敌！里面的纯净水，还有那几个极品小娘们，现在全都是我彪哥的财产了。等彪哥把这地基彻底砸穿，看怎么把他的屎打出来。突然，一旁滚烫的废墟中传来一阵令人毛骨悚然的沙沙声。哎呦呦，我还以为是谁在这乱吠呢，原来是在大粪坑里吞了块下等碎片，刚觉醒个最低级力量异能的看门狗啊！真臭啊！就凭你这副蠢样，也敢动我们十字军看上的肉？只见漫天黄沙中，极其诡异的走出了一支令人头皮发麻的队伍，王座上正是十字军团长，人送外号纱布。刚觉醒的力量系，当个前锋倒是勉勉强强，就是身上这股屎味太重了。大个子，乖乖自己把脖子拧断，等本团长把你风干做成最完美的干尸战宠，再带着你去踏平下面这座避难所。疯狗彪刚觉醒异能，正是最膨胀，那受得住这番嘲讽？赵大头却慌了，急忙劝住：彪哥，你冷静点。听之前雷老大他们说，那是十字军的纱布啊，吃人不吐骨头的魔鬼。你看看上面那阵仗，好汉不吃眼前亏。咱们手上有碎片，你又觉醒了，咱们先撤吧，回头招兵买马再来报仇也不迟啊。疯狗彪笑道：怂包，老子现在是石头做的，刀枪不入，连这乌龟壳的防爆门老子都敢砸，还怕他几个缠着破布的嘎人？姓沙的，有种下来跟老子单挑，老子一拳把你那小白脸砸进肚子里。纱布娇笑起来：哎呦，脾气还挺大，粗鄙，真是太粗鄙了。你是不是觉得觉醒了个硬邦邦的乌龟壳，这末世就任你横行了？我这人最讨厌2样东西，第一是长得比我好看的人，第二就是又臭又没脑子的野兽。纱布冷笑着摇了摇头：很不幸，你全占了第2条。我本来想把你风干，当成我的6号战宠收藏的，但你这一身大粪味，实在不配进我的陈列室。庇护所内，幽灵，你觉得这头暴躁的石头狗能撑多久？撑不过3分钟。纱布在故意激怒他。力量系异能者初期最容易失控，疯狗彪现在看似无敌，但他的岩石护甲接缝处绝对有弱点，而且幽灵顿了顿，纱布的绷带根本不是普通的布，而是用异能催化的高韧性纤维，一旦被缠上，连几10公分厚的钢筋混凝土都能勒断。疯狗彪越愤怒，死得越快。我笑道：分析得很透彻，杀手看问题的角度确实刁钻，不过我倒希望这蠢货能多撑一会儿，最好能砸烂几个木乃伊，毕竟十字军的人在咱们的化粪池门口摆这么大阵仗，总得留点异能金盒当门票吧。此时坑底的疯狗彪，10几个木乃伊朝疯狗彪袭来，疯狗彪轻松应对。哈哈哈，什么狗屁十字军王牌，就这几条烂布包着的死人骨头，也想拦住老子？
姓沙的，赶紧滚下来受死！老子今天非把你砸成肉酱！纱布脸上甚至没有一丝心疼的表情。粗鄙，真是一只只长肌肉不长脑子的草履虫！大个子，你是不是没上过学啊？谁告诉你死人会怕疼的？别管这块臭石头了，我们十字军的垫脚石，他还不配当？随即数百个木乃伊浩浩荡荡的上前。彪哥，顶不住了，这帮纸人根本打不完啊！你赢你先看着，弟弟我先走一步了。说完，赵大头头也不回溜了。好汉不吃眼前亏，赵大头，你个没良心的王八蛋，你等等老子！男人率木乃伊大军砸门，只因高温漠视，而我囤有大量物资，几百双手疯狂砸门，试图攻破航天级大门。砸！给本团长用力砸，把这层破铁皮给我撕开，里面的冰镇纯净水全都是我们的。1个小时过去，纱布脸上的笑容逐渐消失了。没用的废物，连扇门都砸不开，我要你们有什么用？用异能绷带顺着门缝给我搅碎它。大门缠绕妄图把大门强行向外扯开，庇护所内。老板，外面的砸门声太密了，纱布的异能绷带韧性极强，连钢筋都能勒断，万一破坏了外部的感应器。慌什么？可是老板，他们人太多了。人多有个屁用！我这是航天级钛合金大门，能抗住12级钻地核弹，就凭几百个死人骨头，我还嫌他们手糙，刮花了我的门漆。我随手按下全频段广播按。姓沙的，没吃饭吗？就这点力气也来学人砸门？这门我昨天刚打的啦，砸断了你们的骨头，我可不赔啊！门外的纱布气得浑身发抖。姓穆的，你别太嚣张，以为躲在王八壳里我就没辙？小的们，别砸门了，给我挖地基，刨通风管道。随即纱布打通了雷老大的卫星电话。雷战，别装死了，把你库房里最重的破拆大锤，还有那箱军用破甲雷，全给我送过来。电话那头的雷老大浑身一冷。沙团长，不是我不借啊，那个姓穆的简直是个活阎王，他手里物资堆成山，还有那变态防爆门，我雷火帮是真的不敢跟他结死仇啊，这要是递了刀子，他回头绝对把我这给平了。纱布闻言冷笑出声，不敢惹他，所以你就敢惹本团长了。看来很久没去你营的转转了，听说你手底下还有200多号壮汉，正好我的木乃伊大军还缺几百个前锋，你猜猜是我先把你做成干尸，还是他先平了你？雷老大吓得双腿一软。别，沙团长息怒，我马上派人给您送过去。破拆大锤和破甲雷，30分钟内绝对送到。只求您破了那乌龟壳之后，给兄弟们留2口纯净水喝。纱布极其满意的挂断了电话。姓穆的，我看你这层破铁皮扛不扛得住大锤砸缝，破甲雷爆破？很快，瘦猴带着一车物资来到入口。沙团长，您要的东西，我们雷老大让我火速送到了。这破甲雷是军用纯度，雷老大祝您旗开得胜，我就先回去复命了。纱布没有接话。哥，雷战那个没胆的废物，连直视本团长的勇气都没有，自己不敢来，派条野猴来送货。纱布居高临下，眼神极其阴毒。既然来都来了，跑什么跑呀？去把破甲雷贴在通风管门缝上，拿大锤给本团长砸进去。瘦猴听到这话，瞬间魂飞魄散。沙团长，使不打沙团长，我们雷老大千叮咛万嘱咐，这东西送给您，您怎么炸都行，但我们雷火帮绝不敢碰那扇门呀。穆老板是个吃人不吐骨头的火阎王，我要是动了锤子，雷火帮全得死啊！求您把我当个屁放了吧！纱布眯起阴毒的眼眸，看把你吓得这副狗样，真以为本团长喜欢强人所难吗？行，我不逼你砸这扇门，这把破拆锤和破甲雷我收下了。谢谢沙团长，谢谢沙团长开恩。那我是不是可以滚回去复命了？纱布轻轻摇了摇头。走，谁允许你走了？雷战那个老狐狸一向狡猾得很，这批军用破甲雷我得拿回去好好验验货，万一是劣质品，或者是他妈的哑弹，本团长岂不是被你们当猴耍了？随后只剩下瘦猴一人，赵大头和疯狗彪跳了出来。你们俩居然没死，沙团长那几百个木乃伊居然没把你们踩成肉泥！放屁！老子现在是变异者，命硬得很。雷老大的走狗是吧？把身上的水和物资交出来，不然老子一拳锤爆你！他吓得连连求饶，赶紧抛出一个惊天大秘密来保命。彪哥、彪爷，饶命啊！我身上真墨水，但我知道哪有更多的神石，能让您变得更强的神石。疯狗彪和赵大头愣住了，快说，要是敢骗彪哥，今天就把你扔进化粪池里淹死！瘦猴看着这俩捡了漏的暴发户，极力逢迎拍马。彪爷，您能在几百个木乃伊手里撑这么久，绝对是万中无一的顶级变异者底子啊！您手里那块初级碎片算个屁，我听雷老大喝醉了说过。瘦猴刻意压低了声音，极其神秘地指了指市中心的方向。市中心的变异者联盟，您听说过吧？那帮真正的顶级怪物手里收集了成百上千块能量核心，听说只要全部吸收，别说纱布了，就算是这避难所里的火阎王，您也能一根手指碾死他。疯狗彪的双眼瞬间爆发出极度狂热的野心和贪婪。哈哈哈！变异者联盟，成百上千块核心，天助我也！老子果然是末世的天命之子。大头，走，跟我进城，等老子吸干了那些核心，回来把这火阎王和纱布全宰了。
男人不仅指挥手下抡大锤砸门，还让人手一颗破甲雷。只因高温末世降临，我囤有海量物资，几百颗破甲雷吸在门上，爆炸前1秒竟全都凭空消失。殊不知我觉醒了空间异能，爆炸前将破甲雷全部回收，纱布瞬间僵住了。雷呢？本团长那么大一箱军用破甲雷呢？你们这群没脑子的废物，是不是忘了拔保险？纱布跳下轿，巡视一番，几百颗军用破甲雷凭空蒸发了，你当这是在变魔术吗？绝对是雷战那的王八蛋引我拿假货糊弄十字军。纱布气急败坏，以为自己被盟友黑吃黑了的时候，全屏扩音器里传来了我极其慵懒的声音：别骂了，挺吵的。雷老大的货没问题，纯度很高，我已经替你验过了，非常满意。听到这凭空出现的声音，纱布目眦欲裂。姓穆的，你装神弄鬼，我的炸弹到底去哪了？我嘴角勾起冷笑，去哪了？既然你这么喜欢听响，那就抬起头看看你的头顶吧。只见避难所上方的废墟投地口里，一堆破甲雷从天而降。炸弹护驾，快给我挡住！你们这群达人，快给我叠肉盾！烟雾散去，只见地上全是碎片，而我早已在门口等候多时。你到底是什么怪物？那可是几十颗军用破甲雷，你居然能将它们凭空消失？怪物，那是你没见过世面，就你这点三脚猫的死灵异能，也敢来碰我的航天堡垒？姓穆的，你别太得意，我可是十字军的团长，这片废土是归市中心变异者联盟管的，你敢杀我，联盟的执行官绝对会把你踏平。变异者联盟，躲在内城收保护费的肥猪，你居然敢侮辱联盟？他们手里可是有4阶的高级异能者，我这次大动干戈来抢你的水，就是为了给他们上供这个月的水税。没有废话，我利用空间异能直接将其碾碎，一颗红色的核心吐了出来，随后我吸收了地上的异能。另一边兽猴听到了一连串的爆炸声，哈哈哈，炸了，真的全炸了！几十颗破甲雷一起听响，这下火阎王的乌龟壳必碎无疑。我得赶紧回去报告雷老大，咱们赶紧带人去分杯羹。只见还没走远的疯狗彪和赵大头走了回来。彪爷，您不是进城去找变异者联盟的吗？怎么又拐回来了？赵大头狗仗人势的走上前。废话，那么大的连环爆炸声，我彪哥耳朵又没聋。快说，是不是纱布把那乌龟壳炸开了？兽猴像小鸡啄米一样疯狂点头。炸了，绝对炸穿了，那可是几十颗纯正的军用破甲雷啊！连主战坦克都能炸成废铁，沙团长现在肯定在里面搬冰水呢。疯狗彪疯狂大笑，纱布这够义气的，替老子把最硬的门给啃开了。他炸门肯定耗了不少异能，手下估计也死得差不多了。大头，走，跟老子杀个回马枪！赵大头也兴奋的两眼放光。彪哥英明啊，这叫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趁他病要他命。咱们把纱布宰了，把活阎王的水全抢光，再带着满车的物资进城，岂不是风光无限？疯狗彪极其嚣张的怒吼，滚回去告诉雷战，这活阎王的避难所现在归老子了。大头，走去接收咱们的城堡。说罢，这两个不知死活的跳梁小丑朝庇护所走去。男人用破甲雷炸门，殊不知我觉醒空间异能，直接将炸弹全部回收，反手从通风口倾泻下。疯狗彪听到连环爆炸，以为庇护所被攻破，兴冲冲朝庇护所赶去。识相的，赶紧把活阎王的水给老子交出来！今天这避难所里的物资，老子接管了。赵大头也在后面狗仗人势的叫嚣。没错，我彪哥现在是顶级变异者，十字军赶紧滚蛋，不然连你们一块砸碎。直到两人来到门前，只见大门完好如初，门前还站着个人。哟，这不是刚才尿裤子逃跑的那两位吗？怎么听到响声赶回来吃席了？疯狗彪脸上的狂笑彻底僵硬了。纱布呢？这么大的爆炸声，怎么可能连门都没破？还有你这细狗，你怎么站在这里的？赵大头也是吓得双腿发软。对啊，十字军呢？刚才那几百个木乃伊哪去了？突然猛地一拍大腿，彪哥，我知道了，纱布肯定是已经把门炸开，带着几百个手下杀进庇护所里面抢物资了。听到赵大头的神级分析，疯狗彪浑身一震，瞬间恍然大悟。老子就说嘛，连军用破甲雷都用上了，怎么可能炸不开？你小子就是趁着纱布在里面抢东西，吃烂从狗洞里爬出来逃命的看门狗吧！疯狗彪极其嚣张的往前逼近了2步，装的倒挺像那么回事，把手里藏的物资全给老子交出来，不然老子一拳把你这细狗砸成肉酱！面对这两个极其极品的蠢货，我甚至连生气的欲望都没有了。杀进去了，你们的想象力还真是匮乏。我指着他们内侧的垃圾堆，找纱布。喏，你脚底下踩着的那片发臭的黑灰就是几百颗破甲雷一起炸，灰都给他们扬匀了。趁热，你俩还能趴在地上吸2口。听到这番话，疯狗彪先是一愣，放你娘的屁！纱布可是十字军的团长，就凭你个装神弄鬼的，也能把他们炸成灰？大头，别跟他废话了，咱们弄嘎他，冲进去跟纱布抢冰水。我指尖极其随意的在虚空中轻轻一点，几颗破甲雷便飞了过去。卧槽，破甲雷！2道惨叫声划破长空，烟雾散去，两人便倒在坑里。彪哥，看来纱布真的是被他炸成灰的，居然真的把十字军全灭了。怪物，这避难所里住的真的是个活野物。废话，老子差点被他炸成碎尸堆，快趴下来，这地方绝对不能待了。可是彪哥，咱们现在都受了重伤，要是就这么往市中心走，没等走到变异者联盟，半路上就得被那些变异狗啃得连骨头都不剩啊！咱们现在到底该去哪啊？就在两人瘫在坑底，极其惊恐的商量退路时，突然传来一阵极度沉稳的脚步声。进城，就你们现在这副半嘎不活的狗样，我敢打赌活不过今晚的。疯狗彪和赵大头猛地抬头，龙哥，末世爆发
花钱，咱们小区的那个混混头子龙哥，你居然没嘎，命硬，阎王爷不收，不仅没嘎，还运气好，觉醒了点火系小能耐。龙哥，你来这干什么？也是来抢那个活阎王物资的，我劝你省省吧。十字军几百号人刚被他全扬了灰。龙哥闻言不仅没害怕，反而极其不屑地嗤笑了一声。抢他？我脑子又没进水，我是听到这连环爆炸声，带着兄弟们来外围捡点破铜烂铁的。我在南边几公里外的废弃地铁站建了个小营地，里面收留了几百个没觉醒异能的老弱病残，勉强混口饭吃。看在以前都是街坊邻居的份上，你们俩要是没地方去，可以去我那避避风头。听到这句话，疯狗彪和赵大头瞬间面面相觑，满脸错愕。然而还没等疯狗彪，突然传来一阵重型机械轰鸣声。龙哥，怎么了？地震了还是尸潮来了？是内层变异者联盟的专属战车。听到变异者联盟5个字，疯狗彪瞬间呆住了。男人觉醒了金属异能，直接将我的航天级大门撕出裂缝。只因高温末世降临，我不仅囤有海量物资，还觉醒神级空间异能。男人便想居高临下的收留我，徒手撕裂航天装甲，这他妈是什么怪物异能？龙哥声音抖得像筛糠，是高阶金属掌控，这就是变异者联盟执法官的绝对实力。在这帮怪物面前，一切金属防御都是一张废纸。我阎王的乌龟壳这回彻底被剥开了。避难所大门外，里面的空间系小子，听好了，你用炸弹阴死沙布那个废物的手段，我们联盟全知道了。脑子还算灵活，这异能也有点意思。他冷笑一声，别以为躲在这个铁壳子里就能占山为王，在我的金属狂潮面前，你的门比纸还脆。我要是想杀你，刚才这扇门就已经变成铁刺，把你捅成马蜂窝了。执行官居高临下的看着大门，仿佛在对着一条流浪狗训话。算你小子运气好，我们联盟的首领大人极其爱财，才看了你的资料，觉得你勉强有资格去内城耍耍。执行官指了指地上的盒子，盒子里是3克初级能量核心，还有半瓶我们内城特供的地下水，这是首领大人赏你的见面礼。今晚把你的物资打包好，下个星期自己打开这扇破门，跪在坑底迎接车队。记住，联盟不收废物，也不收不听话的死人。就在他转身的瞬间，我早已站在门前，弄花了我的门漆，装完逼就想走，谁给你的胆子？怎么不服？你以为凭你那点藏头露尾的空间异能能扛得住我的金属？他的话还没说完，身后的几十吨的装甲车瞬间成一个铁球。徒手撕废铁也配叫异能？在我眼里，你们跟捏易拉罐没什么区别。我顿了顿，语气极其狂妄且残忍。把这颗铁球带回去，送给你们首领当回礼，告诉他不用等下个星期了，让他把自己洗干净，在内城乖乖等我。过几天我亲自进城去拿他的脑袋当球踢。现在带着你的人给我滚！执行官极其艰难地咽了一口唾沫，带着手下撤了。我回到庇护所内，那个白痴执行官真以为我是靠大门硬抗的，殊不知昨天顺手抽干了纱布的死灵核心后，我的空间异能已经迎来了极其变态的进化。我缓缓握紧拳头，感受着体内那股极其恐怖的空间波动。第一，绝对领域，以我为圆心，5米之内空间任我切割揉捏。第二，更是极其逆天的神级 bug， 只要存入我的异能空间，任何物品每隔24小时就能100%无损复制一份。就在我极其享受这种降维打击的快感时，老板，外面那群内城的苍蝇打发走了，地下负3层的台球室我已经收拾好了，空调开到了20度，要不要去打2杆，出汗放松一下？我轻笑一声，走吧，刚好活动活动筋骨，顺便教教你什么叫一杆清台。疯狗彪和赵大头2人的身体抖得像筛糠一样。5米，那铁球离他只有5米。大头，你他妈看到没？那细狗，不，那火阎王，他连手都没碰，就隔空捏爆了战车。老子刚才要是冲到他面前，现在被捏成肉球的就是老子了。赵大头吓得裤裆里一片温热，龙哥极其凝重地吐出一口浊气。行了，别在这豪上了，这活阎王的实力根本不是咱们这种外围的泥腿子能揣测的。内城那帮眼高于顶的畜生，这次是踢到真正的钛合金钢板了。走吧，趁他现在没空搭理咱们这几只蚂蚁，跟我回我的地铁站营地。10分，门外传来急促的敲门声。表哥，你在里面对不对？我是林瑶啊，你远房表叔家的小女儿，求求你开门，我快要被渴死了。远房表妹深夜孤身来敲门，妄图骗我打开航天级防爆门。只因极热末世降临，我不仅囤有海量物资，还觉醒空间异能。表哥，你在里面对不对？我是林瑶啊，你远房表叔家的小女儿，求求你开门吧，我快要被渴死了。我按下了全屏扩音器。林瑶，没印象，趁我还没发火，滚离我的大门。门外的林瑶脸色猛地一降。表哥，你忘了吗？小时候我还去你家拜过年呢，咱们可是打断骨头连着筋的血亲啊！我知道你囤了好多物资，给我一口水喝就行，只要你让我进去，我晚上可以给你暖被窝，你要我怎样都行。站在我身后的幽灵冰冷的汇报道：老板，周围3公里内没有伏兵，他确实是孤身一人，身上也没有携带任何热武器，生命体征极其虚弱，看起来就像个普通的难民。听到这番极其详尽的汇报，普通的难民，在这个连空气都能把人烤熟的深夜，一个娇滴滴的女人能毫发无伤的徒步走到我这？老板，事出反常必有妖，需要我出去直接把他处理掉吗？既然没带枪，又演得这么卖力，我倒要看看他肚子里装的什么坏水。门外的林瑶听到动静，极其隐晦的狂喜。表哥，你终于肯见我了，我真的是走投无路了，求求你收留我吧。接着往前走了几步，站住，再往前踏进5米范围半步，我保证你会变成一地极其均匀的碎肉。他极其委屈地咬着下唇。表哥，你为什么要这么防备我？我真的是林瑶啊，我只是想活下去，只要你给我一口水，以后我生是你的人，死是你的鬼。
我什么活都能干，我绝对听话。我极其无聊的轻笑一声，随手从空间里掏出矿泉水。水可以给你，但我的避难所不收来历不明的废物。把你的底牌亮出来，你大半夜跑来投靠我，到底能给我带来什么价值？如果你的回答只值这瓶水，喝完它，然后趁我还没改变主意滚。他极其果断地拧开瓶盖，将那瓶冰水一饮而尽，紧接着从怀里掏出一个黑色的皮袋子。表哥，这里面有一颗我拼死捡来的高阶变异核心，你看看这个诚意够不够换我进去躲一晚？说罢朝我扔了过来，一阵黑色的烟雾弥漫开来，烟雾散去，我看着敞开的大门，跟我玩声东击西，这年头赶着进微波炉的活耗子还真不少。当我来到客厅，只见极其诡异的一幕，竟然站着两个一模一样的柳如烟，两人简直就像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左边的柳如烟满脸极其冰冷的杀意，老板别过来，这个女人是个极其危险的易容异能者，她刚才趁乱冲进来，瞬间就变成了我的样子。右边的柳如烟脸上满是极其委屈的焦急，老板你别听她胡说，我才是真的如烟啊，这个贱人刚进来就想杀我，快用空间异能把她切碎。我惬意地坐在单人沙发上，有意思，连骨骼比例和肌肉习惯都能完美复刻。左边柳如烟猛地踏前一步，老板你别看她，10分钟前我们在负3层打台球，你进门时嫌弃空调风向太直，是我亲手把扇叶往上拨了3寸。右边柳如烟瞬间红温，老板你教我打球的时候，右手握杆的虎口处被以前的旧伤疤磨红了，我还特意去储物间拿了你最习惯用的那只蓝色护手霜。我脸色瞬间一沉，我还没问，但这两人说的确实属实。左边柳如烟急迫说道，老板既然连您都分不清，为了避难所的绝对安全，请您立刻发动绝对领域，把我们两个一起搅碎。右边的柳如烟，只要能保住老板，能死在老板的空间异能下，如烟死得其所。女人深夜来敲门，不仅偷偷潜入避难所，还拟态成柳如烟。殊不知我觉醒了空间异能，利用异能直接遏制住两人，稍加发力，假身的皮囊便碎裂。真柳如烟眼神一寒，将水果刀对准他。表哥别杀我，我是迫不得已才用你太前进来的，我怕你不收留我。我爸妈是极其顶级的植物学家，被异能者军团抓走了，他们逼着我爸妈研发生产核心的技术。我眼神一冷，我对你死活没兴趣，10秒钟说出你买命的筹码。血河莲，他们培育出了能直接孵化异能核心的魔鬼莲花，只要喂食就能源源不断的结出核心，内成绝密温室里，目前已经有3朵了，而我父母为我护我出来也。我极其随意的摆了摆手，如烟，你先出去。林瑶，我这里也不收圣物，这些话买不了你的命。林瑶掏出了一样东西，一颗紫色的核心。表哥，我没骗你，这是我逃走时拼死从实验室偷出来的高阶核心，我不需要你同情我，我只求你收留我，表哥。而且异能者联盟已经盯上你了，最多3天后，他们就会派大军来强行征服你的避难所。现在的联盟核心战力是由雷、火、土3大军团组成的，那3朵极其珍贵的血河莲就分别掌握在这3个军团长手里。雷、火、土3大军团，每人手里1朵花，还要在3天后来征服我。我在林瑶那张极其精致的脸上扫过，这女人的完美拟态确实极其变态，如果留着她当个探路工具，配合我的空间异能，这简直是反杀偷家的完美外挂。我极其随意的一抬手，核心便消失了。买命钱我收了，拟态异能直接杀了你，确实有点浪费。3天后联盟的人要是来了，你负责打头阵，要是敢玩花样，我第一个把你切成碎片。龙哥3人回到地下废弃地铁站，只见一片狼藉。人呢？老子的物资呢？全都是哪去了？营地里一片死寂，远处有一个奄奄一息的小弟。耗子，谁干的？老子出去找趟物资，谁他妈把营地给端了？耗子极度的恐惧。龙哥，是内城异能者联盟的雷霆队，他们提前到了，就在5公里外的废弃工厂扎营，说要征用方圆10公里所有的物资和活人，给3天后攻打火阎王。当炮灰。耗子极其绝望地咽下最后一口气，兄弟们不给水，全被他们用雷劈死了，剩下的全被铁链拴着拖走了。龙哥报。话没说完就领盒饭了。疯狗彪和赵大头吓得面无人色，连大气都不敢喘。那是内城的正规军，还有极其恐怖的高阶异能者，我们这种外围的野狗拿什么报仇？龙哥拔出腰间的自制土枪，异能者联盟，去你的内城老爷，抢老子的水，杀老子的兄弟，还想拿老子当甜蜜的炮灰？疯狗大头抄家伙。龙哥，咱们去哪？找联盟拼命吗？咱们这点破铜烂铁连门都摸不到啊！既然这帮内城的畜生不让咱们活，那就大家一起死，去那个航天大门，这是他们必经之路，我要他们血债血还。我在卧室缓缓抬起右手，凭空出现了2颗紫色核心，24小时无损复制。这极其变态的空间 bug 果然没有让我失望。3天后就是大军压境，虽然凭我的空间异能弄死他们不难，但几千号人全堆在门口，收拾起来实在是个麻烦的体力活。我按下内线对讲机叫来了小雅，接着拿出1颗核心，吃下去能让你变得更强。3天后外面有几千只苍蝇要来砸门，你身为老员工，总不能躲在后面光看着。随后告诉他一些基本的需要了解的信息。小雅很懂事，吃下了核心。小雅感受着体内澎湃的力量，竟觉醒了火系异能。老板，我变成喷火龙了。3天后，大门外100米就是你的绝对火控防线，我可不想第2天早上出门还要亲自动手去扫地，听懂了吗？明白，老板，我现在就去后院的靶场熟悉弹道，绝不烧坏老板的一草一木。随即监控传来警报，只见龙哥3人在隧道口不知道密谋着什么。
男人在隧道内布满地雷，还在地面倒上502工业胶水，只因3天后异能大军来袭，为给兄弟报仇，便沿路布置陷阱。龙哥，咱们最后的家底全埋这了，这胶水真能粘住异能者吗？万一联盟那帮内城狗不从这走咋办？龙哥攥着地雷的引爆器，火焰王那扇航天防爆门就在后面，这是他们攻打避难所的必经之路，就算粘不住，也能拖他们半秒，只要他们被绊住，老子就引爆地雷。疯狗彪抱着一坨土炸药包，大头，一会胶水要是没用，老子直接抱着炸药包扑上去。赵大头吓得有些惊恐，我坐在地下监控室的沙发上，看着屏幕感觉有些好笑。拿502胶水去沾高阶异能者，蠢的有点搞笑了。不过这股疯狗一样的护短价，倒是个不错的免费看门狗，先让他们在外面玩着吧。我意念微动，昨天用了1颗，现在又变成2颗，只要有一个，只要放在空间里，我就能无限白嫖。随即来到生态种植区，这里恒温20度，各种蔬菜水果。我说这要是让外面那帮为了一口发馊泥水就能杀得头破血流的军团看到，估计得原地爆炸。随即按下墙上的对讲机，如烟，来一趟种植区。老板，您找我是想找我打台球了吗？我将紫雷核心直接扔进了他的怀里，把这个吃了，大战马上就要开始了。你身为我的贴身大管家，总不能连点像样的杀伤力都没有。他看着怀里那颗不断跳动着神秘紫光，有些犹豫，担心不敢吃，有些极其无奈地扶了扶额头。这是高阶紫雷核心，吃了能让你觉醒异能，变得比外面那些极其卑微的蝼蚁更强。觉醒异能，我不想要异能行不行啊？我就想极其安稳的给你当个端茶倒水，偶尔陪你打台球的大管家。老板，我还没谈过恋爱呢，我要是直接改了怎么办？或者要不你还是把它给黑经理吃吧，他好奇心强。我表情一变，柳如烟便咽了下去，随即带着点酥麻感的清泉迅速流遍了他的四肢百骸。老板，我好像没嘎，但我感觉身体里好像有一股极其奇怪的电在乱窜，手极其痒。接着下意识地从旁边捏了几个西瓜种，刹那间西瓜种子变成了西瓜。老板，我这算是觉醒龙女异能吗？我好像能把物品的时间极其疯狂的加速，我变成了一个极其变态的无情催熟机了。但很快极其艰难地扶住了一旁的金属架。老板，我怎么感觉头好晕，手脚一点力气都没了？看来我还是低估了高阶核心的霸道，哪怕只是对物品局部加速，这种异能对体力和精神力的瞬间抽干效应也是极其恐怖的负载。回去躺着休息吧，这几天先别乱用异能，我可不想明天早上起来看到你因为透支晕死在走廊上。接着送他回了房间，随后便把林瑶叫了过来。表哥，不，老板，您找我。我指了指红外线监控屏幕，外面这3个蠢货在我的大门外倒了一地的502胶水，还埋了一堆破铜烂铁。你用你的拟态异能变成我的样子，出去会会他们。林瑶愣了一下，变成您的样子出去？老板，他们手里可是有炸药的，万一走火了。我笑了笑，你的买命钱我已经收了，现在是你展现价值的时候，办不好以后你就去负3层挑大粪。他深吸了一口气，往前走了一步，只是一瞬间他就极其完美的变成了一个和我身高、长相，甚至连衣服褶皱都一模一样的我。去吧，别露馅。男人让表妹拟态成自己的模样，只因3个混混不仅在隧道内倒胶水，还布满了地雷大阵，便打算让表妹去探路。拟态的我从容地走了出去。大半夜的不睡觉，好来我家门口玩胶水，你们是嫌外面的命太长，还是嫌我避难所的门槛不够高？看清来人的那一刻，3人吓得一抖擞。火阎王爷爷，我们不是来砸门的。疯狗彪吓得倒退了2步，手里的炸药包差点掉地上。龙哥艰难地咽了口唾沫，强行压下心头的恐惧。火阎王，我们知道自己是外围的垃圾，内城的异能大军杀了我们兄弟，我们今天就算是粉身碎骨，也要拉着他们垫背。这里是死胡同，他们必经之路，我们只是借你的宝地一用，你要是嫌我们碍眼，现在就可以动手杀了我们。林瑶接收到我的指令，按照我的原话冷笑了一声，杀你们，我还嫌脏了我的地盘，就你们这几块破铜烂铁和502胶水，连人家高阶雷顿的皮都擦不破，想报仇我可以给你们一个机会。龙哥猛地抬起头，不可置信地瞪大了眼睛。什么机会？只要能报仇，哪怕是让我去当诱饵被雷劈我也干。我随手一挥，那不是什么高阶武器，而是3瓶表面还结着冰霜的矿泉水，以及3块用锡纸包着还温热的现烤牛排。吃饱了才有力气当好我的看门狗，把你们那些破烂炸药收起来。你们的任务只有一个，把联盟的先锋探路队完好无损地引进这条隧道里，剩下的我来杀。看着地上冒着冷气的矿泉水和滋滋冒流的牛排，赵大头眼泪唰的一下就流了下来。在这个为了一口发出的泥水都能一子而食的鬼地方，火阎王居然拿极其珍贵的冰水和现烤牛排给我们。火阎王爷爷，呜呜呜，就冲这口肉，我赵大头以后就是您门前最忠心的保镖了。疯狗彪更是癫笑起来了。极热降临这大半年，老子为了半块发霉的饼干，跟变异兽抢过食，喝过下水道极其恶心的臭水，做梦都想不到，活到今天居然能吃上一口热乎的顶级牛排，在您门前多有得罪，您赏我们一口饭吃，这叫大人不计小人过。龙哥到底老练一些。老板，那帮内城狗极其嚣张且生性多疑，我们这几条贱命死不足惜，就怕他们不上套，耽误了您的计划。我随手从兜里掏出几颗灰色的圆球，这是致盲烟雾弹，真动起手来拉开它能瞬间封锁高阶异能者的视线，足够保住你们这3条狗命了。至于怎么让他们上套，我语气充满极其致命的诱惑和冰冷。等他们到了，你们就极其嚣张地告诉他们，
这扇防爆门后面不仅物资堆积如山，冰镇西瓜管够，最关键的是里面水灵灵的漂亮妹子最多，全是被我极其奢靡的圈养在里面的极品，懂了吗？龙哥三人瞬间瞪大了眼睛，倒吸了一口凉气。懂了，老板，高，实在是高。以联盟那帮内城狗极其贪婪好色的本性，听到冰镇西瓜和极品妹子，别说前面是一条破隧道了，就算前面是极其恐怖的18层地狱，他们也会红着眼睛，流着哈喇子往里冲。随后三人便把这一块收拾干净，凌瑶回到庇护所。老板，我的任务完成了，他们没有任何怀疑。你这演技别说，还挺像的。刚才那傅居奥一样的眼神，连我都差点以为是我自己站在外面了。随后让他退下休息。24小时后，地下的训练室内，意念微动。昨天放进空间里的那颗高阶紫雷核心，已经极其准时的复制出了一颗全新的。我拿着核心毫不犹豫咽了下去，一股极其霸道的能量在我体内直接炸开，周围的空气开始极其剧烈的扭曲，流走起了一道道粗壮狂暴的闪电，自带的空间领域。雷霆军团怕是在我这里连放个烟花都不配。内城的蝼蚁们准备好极其绝望的面对真正的地狱了吗？我等着你们。男人组织异能大军妄图掠夺我的堡垒，只因高温末世降临，我不仅坐拥100万物资，还觉醒空间异能，甚至收留了几个极品妹子。男人刚到隧道入口就生擒了龙哥三人。就你们这3只野狗，也配在老子面前设伏？拿点破胶水和几颗土地雷，想挡住我们内城的异能大军，简直是把老子的智商按在地上摩擦。男人极其狂妄的冷哼一声，指尖闪烁着致命的紫电。竖起你们的狗耳朵，听好了，老子是变异者联盟3大核心战力之一，雷霆军团的军团长，无能，碾死你们比捏死一只蚂蚁还容易。笑大头吓得眼泪狂飙。雷军团长，军团长爷爷，饶命啊！我们真不是设伏，我们也是来打劫的啊！疯狗彪极其默契跟上。对，里面那个活阎王的乌龟壳太硬了，我们兄弟3个把吃奶的劲都使出来了，连个大门的漆皮都没刮掉啊！这些破地雷纯粹是用来防其他人来跟我们抢地盘的。无能眼神极其阴冷，连个门进不去，一群废物。雷战那个软骨头早就通报过了，说这小子有几千吨纯净水，还有个防爆龟壳。今天老子就劈开这层铁皮，接管他的水库。龙哥极其老练的按照我之前定好的剧本，极其生动的咽了一口极其贪婪的唾沫。长官英明，但雷战那个瞎子根本没看全啊！里面哪只是几千吨纯净水那么简单？那小子在里面过的那可是神仙日子啊！吃不完的冰镇西瓜，顿顿都是现烤的顶级牛排。最关键的是，那活阎王在里面还圈养了好几个极其水灵的极品妹子，天天在里面吹着20度的空调。无能一把揪起龙哥的衣领，长官，我敢拿我兄弟的命发誓。行，算你这条老东西还有点用，前面带路，带老子进去。要是让老子发现你敢耍花样，我把你电成焦炭。龙哥眼底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狡黠，连连点头。是，长官这边请。这胶水和地雷我们已经趟过雷了，您顺着我的脚印走，绝对安全。恒温22度的地下监控室里，贪婪果然是摧毁理智的最佳毒药。鱼儿彻底要勾了，按下对讲机。幽灵，来监控室一趟。老板，您找我。我拿出昨天复制出的另一颗高阶核心，吃了它，林小雅和柳如烟都觉醒了。你作为我手里的刀，今天总不能拿着根铁棍去砍人。刹那间直接抓起核心吞了下去。老板，我好像能看见了。他看向监控屏幕的方向，眼神微动。我能看穿屏幕外那群人体内的能量流动。领头的男人浑身缠绕着暴躁的蓝色雷电，左边第3个是土系，右边那个是风系，而且我能清晰的看到他们能量运转时的致命破绽。我微微点头，对这个辅助技能很满意。超感真实和能量解析，对于一个顶尖杀手来说，这简直是量身定制的外挂。我再次按下对讲机。小雅，来一趟监控室。老板，我准备好了，外面那帮坏人是不是要打进来了？我看着眼前一近战一远攻的2人，声音冷静。外面那几千只乱飞的苍蝇，我自己会处理。你们俩的任务只有一个，就是死死守住内部的防线，保护好沈曼和如烟。不管外面打成什么样，绝对不许踏出防爆门半步。听懂了吗？2人对视了一眼，眼神里满是感动与坚定。听懂了，老板。很快，众人便浩浩荡荡地来到了庇护所门口。就这么一扇破铁门，居然都被他挡了这么久，真是能演啊！他转过头指了指身后乌压压的异能大军，看清楚了，老子今天带了整整3000雷霆精锐。要是火系和土系那2个老家伙住得远，还在赶来的路上，今天这阵仗都能直接把这片废墟再犁平3遍。无能走前一步，老子今天心情好，不想吓坏了里面那些妹子，给你最后10秒钟，自己乖乖把门打开，老子还能发善心，饶你一条命。我按下了全屏扩音器，就凭你带的这几千只带电的苍蝇，我还嫌你们的电压不够，连给我这扇门做抛光都不配。既然另外2条动物还在路上，那就先跪在门外，替他们把坟头的位置站好吧。无能脸上的狂妄瞬间凝固，给脸不要脸的，老子今天非要让你亲眼看着老子怎么进去享受你的物资。无能手上猛地爆发出极其恐怖的深蓝色雷光，敬酒不吃吃罚酒，雷霆万钧，给老子破！毁灭性的雷柱直直轰向了防爆门。男人不仅率领3000异能大军兵临城下，还妄图用万伏雷暴劈碎我的防爆门。只因高温末世降临，我不仅坐拥100万物资，还收留了几个妹子。只见雷柱狠狠轰在航天级防爆门上，破了，绝对破了！军团长这招雷霆万钧，连市中心的金库大门都能瞬间融化。身后的3000异能大军极其兴奋地狂吼着：“哼，不堪一击的乌龟壳，准备冲进去！男的全部电成焦炭，女的留活口。”烟雾散去，那扇被万伏高压轰击的航天级防爆门连一丝裂缝都没有。怎么可能？这到底是什么金属做的？老子的雷霆万钧，就算是主战坦克也得被劈成铁水。我坐在恒温22度的监控室里，没吃饭吗？就这点静电，还敢自称雷霆军团？我平时拿来电蚊子的牌子，电压都比你高。
吴大军团长，你要是真没力气了，要不磕头就算了吧。吴能听到这番羞辱，不仅没有暴怒，反而极其阴冷的笑了起来。呵呵，没想到你这缩头乌龟还真有点东西，能扛住我一击，你足够自傲了。不过，你以为变异者联盟的3大军团就这点底蕴吗？他猛地高举右手，身后的3000雷霆精锐源源不断的传送到吴能身上。紫雷天罚，给老子连人带门，一起灰飞烟灭吧！这一次，哪怕是航天级的防爆门也达到了承受极限，大大小小的融化缺口极其骇人的崩裂开来。居然能靠3000人的能量叠加，强行催化出紫雷，这帮内城军团的合体技确实有点出乎我的意料。很快我便来到门后，利用金属的导电性将能量疯狂吸入我的空间，裂开了。这乌龟壳终于被老子劈开了，那个不知死活的贱种，现在肯定已经被我的紫雷劈成一地焦炭了。整整10分钟的极限能量输出，紫雷退化，大门撕开了一个缺口，空调冷气夹杂着纯净水的甘甜味道顺着缺口悠悠的飘了出来。先锋营的都他妈还愣着干什么？乌龟壳都给你们敲碎了，给老子爬进去清扫战场啊！军团长，咱们刚才为了凝聚紫雷，一门全被抽干了，兄弟们现在连站都站不稳了，里面黑漆漆的，万一那火焰王还没死透，我们现在进去不是纯送死吗？吴能看向带路的赵大头，那个带路的叫大头是吧？给老子过来！这乌龟壳已经开了，里面连个活人的动静都没有，现在可是抢手工的时候，你给老子第一个爬进去探探路，只要确定里面安全，手工就是你的。我刚才带路已经趟过一次雷了，里面那个火焰王邪门的很，万一他没被劈死，我进去不就是白白送外卖吗？你还是让疯狗哥去吧，他皮厚。特么放屁！长官点名让你去，你就赶紧去。赵大头进入大门，往更里面走了进去。火焰王，穆老板，你还在吗？就外面那点静电，还不够给我这扇门热身的。你们刚才演得不错，把那群内城二货骗得团团转。外面那帮内城杂碎，为了放那个紫雷大招，现在异能全都抽干了。老板，咱们现在怎么办？是不是该出去把他们全宰了？宰，当然要宰。不过现在出去杀，太弄脏我的门面了。那我就给他们一个冲进来抢水的希望。出去告诉吴能，就说我特么已经被紫雷劈成焦炭，里面的极品妹子吓得四处乱跑。成吨的冰镇纯净水就在走廊上，没人看管。懂了，老板，您这是要关门打狗，瓮中捉鳖啊！我这就出去放话，保证让他们一个个红着眼往您的陷阱里钻。赵大头很快走了出去。军团长，吴军团长，好消息，天大的好消息啊！里面那个火阎王已经被您的紫雷劈成一滩黑炭了。吴能直接推开赵大头，对后面弟兄说：“谁也不许进，里面的极品物资，老子要第一个验货。”接着朝阴营里走去。男人不仅率3000精锐将我围堵，甚至透支异能劈开我的航天防爆门。只因高温末世降临，我不仅坐拥海量物资，还觉醒空间异能。男人以为我早已被电成焦炭，妄图进屋独占一切。他头也不回地对着弟兄们下令：“都在外面候着，老子先进去验验货。”接着从焦黑的缺口挤了进去。哈哈哈，神仙日子，果然是神仙日子啊！这空调，这冷气，全都是老子一个人的了。那几个极品女人呢？赶紧给老子滚出来伺候着！我从阴影走了出来。女人没有，送你上路的冰可乐倒是有一杯。吴大军团长，门槛有点高，没卡着弹吧？听到这极其熟悉且平淡的声音，吴能脸上的狂笑瞬间将死。你他妈是人是鬼？你明明在门后，老子的紫雷天罚怎么可能没劈死你？这不可能，那可是3000精锐叠加的万伏高压。吴能像见鬼了一样疯狂后退，直到后背死死贴在防爆门上。他极度恐慌地抬起右手，老子能劈你一次，就能劈你第二次，给老子死！然而他那极度透支的掌心只勉强憋出了几丝微弱的蓝色静电，就像个坏掉的打火机。怎么没电了？你们内城变异者联盟的充电宝容量也不行啊！既然你没电了，那就让你看看什么叫满格的紫雷。我极其随意地抬起右手，空气瞬间被高压撕裂。紫雷？你怎么可能会老子的紫雷？你刚才不是在硬抗，你是在吸老子的能量。我眼神极其冰冷，指尖的紫电化作一把锋利的雷刃。放了你，弄坏了我的门，还想拍拍屁股走人？下辈子记得代购装修费。林瑶悄无声息地走到了他身后，瞬间变成了无能。老爸，这身上的味道真难闻，不过骗外面那群蠢货足够了。无能瞬间面如死灰，刚想扯着嗓子呼救，有诈，快跑！我随手一挥便领了盒饭。你态的无能回到门前，先锋营的装什么死？活阎王已经被老子劈成灰了。第一小队每次进10个人，爬进去分物资，谁敢抢，老子当场劈嘎他！门外的异能者们瞬间狂喜，疯狂往前挤，随后只是了2个小弟。你们俩给老子去死死盯住隧道入口，火系和土系那2个老家伙，要是提前到了，马上来报，老子今天吃肉，绝不能让他们混进来喝汤。去！那2个喽啰虽然极其不情愿，但也只能乖乖往回跑。刚进去的10个小弟来到楼梯间，便看到了小雅和幽灵，殊不知他们被当成了刷级的小喽啰。我坐在沙发上，真巴适，这明明是排着队给我的员工送经验包。画面一转，龙哥3人，赵大头绝望地咽了口唾沫。完了，火阎王爷爷真被劈死了，那可是3000人的紫雷啊，连渣都不剩了，我的冰镇可乐啊！特么的，好不容易找个有牛排吃的大腿，这就折了。这帮内城的狗杂碎，吃得满嘴流油，咱们连口汤都喝不上。龙哥，咱们要不撤吧？等会他们搬完物资，肯定顺手把咱们宰了。都闭嘴，别慌，那火阎王邪门的很，连我的地雷阵他都能算计进去，我不信他会被几道破雷劈死。就算他真死了，里面几千万的物资，这帮内城军一时半会也搬不完。等他们大部队都进去了，防守最空虚的时候，咱们找机会也溜进去，哪怕混口剩饭吃，也比在这60度的高温里等死强。庇护所内，我开始翻找无能的战利品，除了一堆初级核心，最显眼的是恒温铅盒里的一朵红莲。习惯性发动空间异能，试图将它收进储物空间，空间竟然产生了排斥和扭曲，收不进去。我的无限空间居然装不下这一朵花，这东西
是活的。手机突然疯狂震动，传来警报。随即我来到监控室，只见派去放哨的2个异能者，一个不见了，一个倒地动弹不得。